请看这张户型图，你是否能发现哪里不对劲？请问这条走廊是不是很多余？占这么大的空间，却不通向任何地方。建造它的目的是什么？而类似这样蹊跷的户型图共有11张，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交织出一桩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血腥命案。我是一名声名远扬的建筑设计师，爱好收集各类古怪房子的案例，经常会有同行或客户来交流咨询。但今天来了一位奇怪的女士，她自称弥生，她希望借助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来帮她解一大惑。她带来了一份奇怪的户型设计图，据她所说，那是一段被她深埋在心底、令人不悦，甚至有些恐怖的回忆。设计图是她根据儿时的印象画出来的，而房子早已经拆除了，曾和她一起居住的父母也早已去世。作为一名专业设计师，我一眼就看出了奇怪之处。这条明显多余的走廊，既没有通向任何房间，也不是房屋的出入口，占那么一大块空地却毫无用处的死胡同，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是想作为储藏室，可是设计图上明明是有收纳间的。林生并不是近年才产生疑惑的，他从小就问父亲这条走廊是干什么用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每次都会急躁地转移话题。他并没有问过母亲，因为母亲更怪。从他记事起，在邻居和父亲面前，母亲都是一个和蔼的人，但偏偏对他从小苛责到大，有时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什么可怕的东西。他觉得母亲似乎很厌恶他，可矛盾的是，母亲又会表现出对他的过度保护。他是早产儿，出生时差点死掉，所以小时候身体弱，母亲几乎每天都会问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身上有没有哪里痛，还总是不停地嘱咐他禁止去房子南边的大马路，而房子其余3面都临着民宅，各家之间由狭窄的小巷连通。说起来也怪，那时候的大马路虽然没有多宽，但是在乡下，车也不多，可是母亲无论如何都严禁他走大马路，只能走巷子。一方面很不待见，一方面又过度保护，这样的态度不禁让我产生了一个猜测：弥生的母亲是不是不懂得应该如何去疼爱孩子？是想要对方在身边，但同时又想保持距离感吗？那么这条走廊是否如母亲矛盾的心理才设计的呢？但很快，这个想法被弥生反驳了。房子是1990年9月完工的，那时的弥生才6个月大，而这样一栋房子从设计到建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半年内完工。也就是说，这张户型图在他出生前就设计好了，而孩子还没出生，母亲就想疏远他，这可能吗？不太可能。这时，弥生想起了一些不知道算不算线索的东西。他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信封、一个人偶以及一张照片。信封是从母亲抽屉里发现的，里面藏了68万日元。人偶是被放在合适的壁橱里，被报纸包着的。奇怪的是，那是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被折断了的人偶。照片是从父亲的抽屉里发现的，那是还在建造中的房子，框架上还挂有美琪房屋建筑公司的条幅，下面的马路边上还放着一个插着花的玻璃瓶，也就是房屋南边的这个位置。弥生突然沉默了，他的手指微微有些颤抖，深吸了口气才小声说出了多年来自己的猜想。父母亲去世后，他一直在想，那座房子里究竟有什么秘密。直到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个答案。有没有可能，不是走廊毫无用处，而是这个家少了一个人？看着弥生在纸上画出来的房间，我感觉有点莫名的心慌。这个奇怪的走廊不是没有目的地，而是失去了目的地。走廊尽头原本应该有个门，而门的背后是另一个房间。我试着站在专业角度去思考，什么情况下会临到施工的时候，会因为家里少了个人而突然取消一个早已设计好的房间呢？弥生在设计图上比划着，你有没有觉得，如果这间房子建好，那么大小、布局，是不是和女孩的房间一模一样？简直就像是为另一个孩子准备的。联想到弥生是早产儿，甚至出生时差点死掉，如果存在这样一个被取消掉的相同房间，那有没有可能弥生的母亲当时怀的是双胞胎？但在怀孕期间发生了某些意外，最终只有弥生顺利活了下来。于是他们才改了户型图，抹除房间，对女儿隐瞒这件事，希望能忘记痛苦。这样的话，问题似乎有了解答。母亲奇怪的态度，对弥生疏远却又过度保护。单手单脚的人偶象征着失去的骨肉，而照片中插着花的玻璃瓶
是为了悼念另一个孩子。听着弥生的猜测，我思考着可能性，有那么一瞬间，我是认可的。但是，不对，如果走廊的尽头真的是一个房间，那为什么要在主卧安一个窗户呢？就算窗户是后狭的，那主卧没有窗户，这正常吗？而且施工过程中对户型进行如此大的改动，那么整栋房子的结构、承重、材料订购都得跟着大改，合理吗？另外，如果花瓶真的是要悼念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摆在马路边？不对劲。现在请你抛掉之前所有的假设，再看这张照片。马路上的花瓶有没有可能并不是为了悼念自家的孩子，而是……这个猜想浮现，我都觉得异想天开。我查阅了1990年以来房子附近的新闻，终于我找到了。1990年1月30日，昨日下午4时，本市某建筑工地因施工车辆倒车导致8岁小学生不幸遇难，司机供述称视野受限，该男子为美其房屋建筑，而新闻的配图正是照片里花瓶的位置。弥生看起来有些落寞，他说，直到今天我仍然丝毫没有如今想来她是个好妈妈的想法，所以想通过那个答案来让自己相信，原来母亲那样对我也是无奈之举吧。不愿一直讨厌母亲吗？不管怎样，我还是陪着弥生去了趟美琪建筑。接待室里，对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和蔼男人，自称池田。池田再次对当年的事件表示了歉意。据他描述，那是在地基勘察结束后，马上要开始搭建住宅框架，刚运送完材料的货车离开时发生了这起意外。而当时供花的人，除了池田先生，还有美琪的员工每天轮流向事故现场供花。我们还看到了原本的房屋设计图，由于位于南侧的玄关正对着事故现场，即使不迷信的人听说门口就是事故现场，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感觉吧。弥生的父亲当时还在公司大闹了一场，最终还是母亲提议将入户门的位置改到了东边。这样一来，原本作为入户玄关的位置就失去了作用，成了一条死胡同。其实当时也有人提出取消走廊，让房间变大的方案，但由于抗震强度的关系而放弃了。但根据他的直觉，这不是弥生母亲提出建议的真正目的，他真正目的恐怕是不想让腹中的孩子长大后跑到马路上遭遇类似的意外吧。事故的发生让人唏嘘，但是得知母亲生前是打心底牵挂女儿的事实，对弥生来说也是一个好的结果。当我还在替弥生感到高兴时，池田先生的一句话如冬日里的刺骨寒风，瞬间把我拉回现实。房子完工后差不多过来了5年，弥生的母亲独自前来咨询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美琪也承接过缩建工程，但是只拆掉一个房间的奇怪要求还真是没有遇见过。问理由，弥生的母亲却闭口不谈。或许是价格不低，当时弥生的母亲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我突然想到，弥生母亲藏起来的68万日元，会不会就是为工程费偷偷存的钱呢？而这位母亲想拆掉的房间，竟是她女儿弥生小姐的房间。整件事好像变得更加捉摸不透，比如那单手单腿的诡异人偶，母亲对弥生的古怪态度。明明看似关爱女儿的母亲，为什么想要拆掉女儿的房间呢？这些谜团，后续故事中会逐渐得到解答。因为这样蹊跷的户型图，还有10张，请看这张户型图，你是否能发现哪里不对劲？请问，你相信真的会有人因为从小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而产生犯罪的念头，甚至杀亲弑母吗？而类似这样蹊跷的户型图共有11张，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交织出一桩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血腥命案。我是一名声名远扬的建筑设计师，爱好收集各类古怪房子的案例。今天我刷到一条让我很感兴趣的新闻。2020年，静冈市葵区北部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凶杀案，16岁少年金远残忍杀害家人，除了外出工作的父亲，一家人全部遇害。受害者是少年的母亲、祖母、弟弟3人。邻居听到了母亲的惨叫后报警，等警察赶到，3人已经死亡，少年当场被捕，凶器是一把菜刀。现场情况如下：母亲倒在厨房，胸部有1处刀伤，衣服上有扭打的痕迹；祖母躺在自己房间，闭着双眼，凶器透过身上的毛毯造成多处刀伤；弟弟倒在厨房的入口，腹部还插着菜刀。而少年金元上半身也有多处伤口，他向警察供述说，很焦躁不安，对未来不抱希望，母亲和祖母关系不好，在家待不下去了等等。网上将事件贴上种种社会问题的标签大肆讨论，而其中一条评论却写着金元家的户型有问题，这引起了我强烈兴趣。为此，我托关系约见了一位特殊工作的人。有一种叫做特殊清扫的职业，
工作内容就是清扫孤独死者或者意外身亡的房屋。他叫范村，在特殊清扫公司干了有近10年。据他所说，那次的工作难度很大，尤其是从老太太房间到厨房的距离，简直是血流成河，不得不把整块地板都换掉。他还给我带来了一份金源家的户型图。第一感觉，这个房子的布局也太糟糕了吧。常年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精神失常也不奇怪。先看1楼，厨房和浴室这种经常用水的地方都在北面，照不到太阳，冬天积水干不了，夏天则会蒸发开。这么一来，下水就会混着厕所的臭味从走廊飘进起居室，而且起居室还没有门，除了无法阻隔臭味，还有其他弊端。若在吃饭时来了客人，家人和吃了一半的饭菜都会被看到，毫无隐私可言。还有这条小小的走廊连通了厨房、更衣室、厕所的出入口，恐怕家人的行动难免会有冲突，发展到家庭冲突也说不定。再看2楼，更为糟糕。对于这样大小的房子，安排3、4个房间是可以接受的，但这里竟然挤下了5个房间，这就导致房间兼顾了走廊的作用，要往里走就必须经过前面的房间，而这些房间都没有门。这套房子里压根就不存在任何的私人空间。在这样的房子里住上几天可能没什么问题，那5年、10年呢？金源一家他们是怎么住的？那么请你想象一下，如果家里有个2、3岁的孩子在玩耍，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确保周围没有危险，准确来说是孩子能随时看到父母。当孩子成长到一定阶段时，会萌发独立意识，想要自己玩耍，但2、3岁的孩子若是脱离父母便会感到不安，所以想要在独立玩耍的同时又能看得见父母，从而产生安全感。但是请看，在这样的房子里，只有起居室可以作为孩子玩耍的空间，但从起居室并不能看到大人在的厨房。你可能有个疑问，为什么孩子不能在和厨房连通的和室玩耍呢？因为这里是祖母的房间。看到这里，我不禁脊背发凉。祖母腿脚不便，几乎是卧床不起。这样的布局意味着母亲在厨房干活时，会一直有双眼睛盯着自己，有时难免会遇到饭做到一半要伺候祖母上厕所之类的事。而且金源确实向警察供述，母亲和祖母的关系不好，我在家待不下去，不如说这个家就没有让年幼的金源心安的地方。等到金源长大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那么问题来了，他的房间会在哪呢？金源的房间在这2楼的收纳间。为什么会住在收纳间里呢？之前提过，2楼没有私人空间，这对于青春期的少年来说，和地狱没什么两样。而唯一有门的隐私空间，只有这里。但是，一个没有窗户、狭窄阴暗的房间，无论谁待久了，都会觉得压抑吧。年幼时的不安与孤独，青春期又在狭窄阴暗的空间度过，家庭的不和睦，导致金源的内心逐渐扭曲，是这样吗？是这套不合理的房子孕育了少年心中的黑暗，如果是在其他房子中成长，惨剧还会发生吗？可是范村打断道，或许这种事情正在全国各地酝酿吧，毕竟这样的房子可不止一套。听范村说，在中部地区有一家叫飞仓建筑集团的缺德公司，以低价营销售卖批量建造的成品房为营生，他们会像盖章似的批量建造一模一样的房子，从而节约成本。这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出在房屋设计和批量建造质量差的房屋上。金源家的房子就是飞仓集团批量建造出的坏房子，而这样的房子数不胜数。听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询问道：这样的缺德公司为什么还不会倒闭呢？从范村的嘴里，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美琪建筑。飞仓集团很擅长做公关营销，只要公司形象打造得好，大部分客户还是会上钩的。但是飞仓集团也不是一直如此重视媒体形象，起因还得从一起案件说起。当时飞仓集团的社长飞仓正彦陷入舆论风波，传闻称他虐待幼女导致股价暴跌，而当时中部的竞争对手中有家名为美琪的建筑公司，抓住了可乘之机，扩大了市场份额。之后虽然舆论被证明是谣言，但是这惨痛的经历也让飞仓集团这么多年都没能翻盘。结束会面后，我搜索了飞仓相关的信息，粗略浏览一番，一系列搜索推荐词如演练、过分、诈骗、宗教等等，消费者对飞仓的评价很糟糕。但在飞仓的官网里，华丽的广告、明星的代言、让人心动的价格，条条都像是抓住了人心。关上电脑，目光又落在那张户型图上，一系列信息在我脑海闪过。突然，我有了一个疑问：这3人遇害的顺序是怎样的？既然菜刀还留在弟弟的腹部，那么弟弟应该是最后一个遇害的。那另外2个呢？假设金源是从正在做饭的母亲手中夺过菜刀，一番扭打后将母亲刺杀，然后去往合适刺杀睡着的祖母。弟弟听到打斗声前来，被金源刺杀。这个顺序看似自然，
但仔细想来有点奇怪，如此近距离的打斗声，祖母为什么没有醒呢？这和祖母躺在床上闭着双眼的信息相互矛盾。难道祖母是最先遇害的吗？那假设金元从正在做饭的母亲手中夺过菜刀，先来到何氏刺杀祖母，然后是母亲，最后是弟弟，这样就能解释为何警方赶到时祖母是闭着眼睛，没有任何反抗的痕迹了。可是金元身上为什么也有多处伤口呢？金元刺杀祖母后和母亲扭打在一起，菜刀肯定在金元手上，更何况一个16岁的少年和母亲相比，力气肯定占绝对优势的。除非当时是母亲拿着菜刀，这样才能解释金元身上的多处伤口。这样一来，刺杀祖母的莫非不是金元，而是他母亲。我呼吸开始变得急促，我好像即将要揭开恐怖的真相。婆媳关系不睦，看护老人的疲惫，住房的压抑，这些压力日积月累，终于母亲崩溃了，罪恶在滋生。她拿起菜刀刺向了熟睡中的婆婆。金元看到了母亲行凶，试图阻止母亲，两人扭打至厨房被多次刺伤。在扭打过程中，金元抢夺菜刀不慎刺中母亲胸口。弟弟听到惨叫赶来，目睹了哥哥杀害母亲。最终金元在惊慌失措下刺向了弟弟。然而这些不过是我的想象，真相真是这样吗？这座房子蕴藏的黑暗或许不仅于此。这些谜团后续故事中会逐渐得到解答，因为像这样藏着秘密的房屋还有9个。请看这张户型图，你是否能发现哪里不对劲？请问你能看出这是一间专为犯了罪却又不愿悔改的人而建造，向神明谢罪的忏悔室吗？而类似这样蹊跷的户型图共有11张，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交织出一桩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血腥命案。我是一名声名远扬的建筑设计师，爱好收集各类古怪房子的案例。有一本名叫《明眸逗留日记》的老书，那是昭和初期的一本游记集，出版于1940年，似乎很快就绝版了。不过我有幸得到了一本，而里面记录的一篇游记令人不寒而栗。游记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水无雨季的女子，写下文章那年21岁。游记里讲述了雨季在叔父家附近的林子里散步时，发现了一座神秘的水车小屋。何为水车小屋？顾名思义，是指外墙装有水车的建筑，利用水流转动水车来作业，因此都会建在水源的附近。可是这个水车小屋很奇怪，周围没有任何水源，这么大个家伙难道是当摆设的吗？水车左侧有一个小窗，我从窗口窥看，里面是一个横向的狭长房间，齿轮多到令人眩晕，像艺术品般复杂的组合在一起。环视四周，我发现小屋的左侧搭建了一个小祠，看上去刚盖好不久，里面供奉着一尊女尸像，面向着小屋而立。小屋的后面是入口，木板做的拉门敞开着，里面是一个略显狭窄的房间，什么都没有，置身其中就如同待在一个长方形的箱子里。屋里唯一的特征是右侧墙上的一个大洞，说是洞，其实并没有和外面贯通，更像是一个凹槽，足够我蜷缩着钻进去。做什么用的呢？凹槽正对着小祠，难道是摆放贡品吗？也不太可能。打量着这间屋子，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从小屋外面看，和里面的构造很不协调，因为相比于小屋的外观，这个房间实在是太小了。我所在房间的左侧应该还有一个房间才对，可是我里里外外都没有找到入口，没有水源的水车，墙上的凹槽，没有入口的房间，处处都透着奇怪。绕着小屋转了一圈，我回到水车的位置，也许是对这屋子的好奇，我试着去推动水车。伴随着一阵猝然响起的轰鸣，水车竟然被我推动了。房间里无数的齿轮像一条条巨虫在蠕动，我心脏狂跳，一个疑问在我心头浮现，它推动了什么呢？刚才的巨响并不是水车或是齿轮发出的，更像是小屋后面传来的。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知道自己没有想错。入口左侧出现了一条刚刚没有的缝隙，不是门被拉得更靠近了，而是墙壁移动了。水车是一个机关。移动的墙这个词令我联想到一本名叫《白发鬼》的犯案小说。故事中男人的妻子被朋友夺走，男人为了报复将朋友骗到一间特意准备的狭窄房间，那个房间的天花板是吊挂着的，可以上下移动，只需要在外控制开关。光是想想我就直起鸡皮疙瘩。那这间房子呢？我慢慢靠近，想从缝隙里向内窥探，
一股强烈的恶臭迎面扑来，那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像是食物腐烂的味道。我看到一只死去的白鹿，那是一只雌性白鹿，看样子已经死掉很久了，身体腐烂，暗红色的液体浸渍到地板里。我身上起了一层冷汗，我不敢想象继续待在小屋，如果外面有人转动水车，自己会是什么下场。我尖叫着逃离了小屋。回到家后，我本想向叔父询问关于水车小屋的事，那小屋应该不是叔父家的，但既然他离叔父家不远，他们也许会知道些什么。但刚要开口，里屋的婴儿哭闹起来，叔父赶忙离开了。婴儿因为手术后恢复得不好，左臂的根部化脓了，似乎因为老来得子，之后叔父一家都忙着照顾孩子，直到我回东京也没找到机会询问。时间过去许久，每次回忆起来我都会这样想，是谁将那只白鹿关在小屋里的呢？那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呢？那座水车小屋到底是做什么的？前面2个问题我仍然没有答案，但对于第3个问题，那座小屋的真正用途，我想到了一种可能。它的用途或许和刑场差不多。我常常想起房间墙上的那个凹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假设将人关在右侧的房间，转动水车，这样一来，随着墙壁的靠近，被关在房间里的人会怎么做呢？为了不被压成肉饼，这个人多半会蜷缩身体，钻进那处凹槽吧，像端正跪坐那样曲起双腿，将头埋在2腿之间，简直就像是一个罪人在忏悔谢罪。而罪人跪拜的方向正是小祠，那里供奉着不知名石像。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建小祠呢？也许是有某种特殊的目的吧。我猜测，那座水车小屋也许是为了让罪人忏悔而建造的，那或许是一座强迫犯了罪又不愿悔改的人向神明谢罪的建筑。不过，我的这些推测也不过是空想而已。真相是什么？不得而知。这些谜团后续故事中会逐渐得到解答，因为像这样藏着秘密的房屋还有8个。请看这张户型图，有没有哪里不对劲？请问这个房间有没有觉得很眼熟？房主在入住后不久，偶然在一个名叫凶宅地图的软件上发现，这栋房子竟然和80多年前的一具女尸有关，而那具女尸却是在一本游记里所记录的。而类似这样蹊跷的户型图共有11张，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交织出一桩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血腥命案。我是一名声名远扬的建筑设计师，爱好收集各类古怪房子的案例。今天，一个男人突然找到了我，想咨询一些房屋的问题。他自称平内健司，几个月前，他在长野县下条村购买了一套2手房，地产商告诉他房子有26年了，因此他也做好心理准备，认定那必定是栋老房子。可真正去看了一下，房子很干净，没有太多使用痕迹，当场就签合同买下了。然而，入住后不久，他却发现这个房子竟然和80多年前的一具女尸有关。房子在山区，距离建司公司差不多1个小时的车程，虽然通勤有点费时间，但是附近环境好，生活便利，最主要是价格低廉。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软件，名叫凶宅地图。软件可以查看用户上传投稿曾发生凶案或事故的信息，地图上问题地点会标有星号标记，点开就能看到事故的详细介绍。出于好奇，他将地图移到了自家房子附近，想确定下自家附近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件发生。然而，他看到了自家房子的位置，一个显眼的星号。1938年，那是80多年前了，建司的房子建龄才26年。这么说的话，在很久之前这里也曾存在过一座房屋，有人还在这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有没有可能是别人的恶作剧呢？毕竟这种软件谁都可以上传信息，可是这条信息却莫名的有股真实感。如果是恶作剧吓人，那详情里可以写得更吓人一点，而不是只写女尸吧。80多年前的事情，会是什么人投稿呢？我在电脑上输入长野县下条村女尸1938年等信息进行搜索，可是并没有找到任何相关消息。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个在新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他曾经打去说过，互联网查不到的东西，我可以。我直接打去了电话，希望他能帮我查一下有没有相关消息，等他回复就行了。这时，建司从手机调出了几张图片，那是他在当地图书馆查阅以往的老报纸拍下的。
1938年10月18日，司马家家主司马青青氏去世。司马家家主司马青青氏被发现死在自家宅邸自己的房间，死因因为上吊自缢。青青氏没有子嗣，目前尚不知司马家的家业由谁继承。听见司说，他在自家附近散步时，看见过一块题有司马家旧址的石碑，也许这两件事情有点联系也说不定。他还查阅了司马家的一些信息，他在一本名叫《南信名门历史》的书里查阅到，自家的那片区域曾经是一片森林，森林东侧有一片村落，西侧是司马家的宅邸，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然而，家主青青于1938年自缢后便衰败了。80年代初期，司马家的宅邸被拆毁，周边的森林也逐渐被砍伐，民宅越来越多。建司现在的家就是其中之一。这么说的话，女尸的发现地点不应该是在房屋，而是在森林，甚至是野外土地才对吧？那具女尸和司马青青自缢能有什么联系呢？难道是司马青青当时杀了一名女子，将其尸体埋在宅邸附近的森林里？2个月后尸体被人发现，畏罪自缢。可如果真是这样，那要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连当时的报纸都没有记录到这件事情，在软件投稿的用户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如果是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少说也有100来岁了吧。我把这些信息也同步发给了出版社的朋友，没成想立马得到了回复。他说他朋友93的母亲曾经就是司马家的仆人，还给我发来一串号码。据93所说，司马青青自缢差不多就是拈花惹草惹的。当时青青的妻子是个十分贪婪的人，除了挥霍司马家的钱财，对青青毫不关心，甚至想带着手下吞并整个司马家。而那时候司马青青心心念念的却是一位名叫阿娟的女仆，但是终究包不住火，妻子企图动用权力杀掉阿娟，但是最终阿娟还是逃出了司马家。孤独的司马青青悲伤过度，最终自缢。可是93也并不知道附近女尸的相关消息。谢过93后，建司邀请我去他家看看，我也很好奇，发现女尸的地方有什么蹊跷之处。建司的家，那简直就是一栋孤零零的建在大自然中的2层房屋。刚走进他家，我就发现了一件怪事：1楼连扇窗户都没有，即使开了灯也显得潮湿昏暗，让人觉得阴森森的。听建司说，1楼以前是个仓库，所以没有窗户，他也只是在1楼摆了张床当卧室。建司带我参观了房屋，而东北角的房间进去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因为这个房间和房子的布局来看好像小了点。建司说他用卷尺量过，开间和进深都比隔壁窄了80厘米，外墙似乎很厚。这时出版社的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让我汗毛倒立的是，他提到了一本书，一本名叫《明末逗留日记》的游记集，其中一篇《范邑地区的回忆》，作者水无语记，恰巧记录了一段发生于1938年8月23日的可怕事件。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作者发现了白鹿尸体的那一幕。说完，他还将文章拍照发给了我。我重新仔细打量起这篇之前看起来很正常的内容，是一只白鹿，那是一只死掉的雌性白鹿，浑身羽毛脱落，一侧翅膀的前端缺失，身体腐烂，暗红色的液体浸渍到地板里。雌性白鹿，对啊，雨季怎么知道那是一只雌性白鹿呢？白鹿的羽毛脱落，身体腐烂，在那么昏暗的光线下，即便知道是鸟类的尸体，也很难一眼辨别出鸟的种类吧。然而雨季却断言那是一只雌性的白鹿。再退一步说，即使真是白鹿，腐烂的尸体，他是如何一眼分辨雌雄的呢？暗喻吗？雨季在水车小屋里看到的其实是一具女人的尸体，这样的话就和那则投稿内容对上了。1938年建司家的这片区域还是被森林覆盖，我一直深信森林里不可能有房屋，但根据雨季的记录，那座水车小屋就建在林子里。那么就是这样吧，阿娟逃离司马家，躲进了附近的森林。她在森林徘徊，发现了水车小屋。她在小屋住下，却因为没有食物饿死在小屋中。雨季发现了阿娟的尸体，将这件事写进了书中。有人读了这本书，读懂了雨季的暗喻，在凶宅地图投稿。这样一来，故事就接上了。可是那将阿娟关起来的是谁呢？是阿娟死后有人在外面转动了水车？不对，阿娟真的是死后才被关起来的吗？我回想着关于水车小屋的一切信息，突然，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既视感吧。水车小屋像不像这个房间？我敲了敲东侧那堵墙，从左到右向中间移动，慢慢变换着敲击的位置。
从某个位置开始，敲击声有了明显的变化。除了入口的门，这个房间什么也没有，置身其中就如同待在一个长方形的箱子里。屋里唯一的特征是右侧墙上有一个大洞。我的想象过分脱离现实，从常识角度考虑，都是些不可能的妄想，但一切线索都指向一个结论：这栋房子就是由水车小屋扩建而成的。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女士一词离我很遥远，即使它真的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也和今天的我没什么关系。但我错了，凶宅就在眼前。我不想在这个房子里多待上一秒，只想立刻逃之夭夭。离开房子，从附近的居民口中我了解到，建寺的房子是在20多年前有过一次大工程。之前房子是只有1层的，施工结束后才变成了现在的2层小楼。而之前地产商也说1楼最开始只是一个仓库，那是谁将水车小屋扩建为仓库，又在26年前在仓库上加盖2楼，使其成为民房呢？为了什么？想得越多，谜就越深。这些谜团后续故事中会逐渐得到解答，因为像这样藏着秘密的房屋还有气味。请看这张户型图，有没有哪里不对劲？请问这栋房子像不像是一个设好诱饵等待猎物上钩的捕鼠夹？而类似这样蹊跷的户型图共有11张，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交织出一桩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血腥命案。我是一名声名远扬的建筑设计师，爱好收集各类古怪房子的案例。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年轻有为的女社长早坂诗织。比起她的美貌多金，我更好奇她年少时目睹的一桩惨案。诗织的初中就读于群马县北部的一所私立女校，也就是所谓的贵族学校，同学们大都是富家千金。而当时诗织的父亲已经是一名汽车制造公司的部长，但还是属于上班族的女儿，在学校没少遭受同学们的歧视。即便如此，诗织还是交到了一个知心朋友，她叫美金子，知名建筑公司飞仓集团社长家的千金。一次课间休息时间，美金子突然和我打招呼，我们聊得很投机，因为我们都喜欢漫画。我很兴奋，几乎是滔滔不绝地讲话，而美金子则一直笑眯眯地听着。有一天，美金子突然邀请我去她家留宿玩耍，既然是趣味相同的朋友，一定可以跨越身份的鸿沟。当时我的想法格外天真，甚至满怀期待，直到去了美金子家。在佣人的带领下走入玄关，映入眼帘的是2个左右对称的楼梯。我预想过美金子家会很豪华，可贫穷还是限制了我的想象。她的家恐怕住下100人都不会拥挤。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与美金子之间那令人绝望的差距。听佣人说，1楼主要是客房、佣人间、厨房等等。美金子和她的祖母则住在2楼，而她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并没有住这里。可以说，这座豪宅就是飞仓社长专为祖孙2人设计建造的。出于礼貌原因，我先请美金子带我去她祖母的房间打声招呼。祖母的房间在2楼正中间，房间里装满了各种奢华装饰，而祖母正坐在椅子上看书。她穿着一条完全盖住双脚的长裙，戴着一双白手套，看上去要比想象中的年轻很多。稍作寒暄后，我们就去了美金子房间，吃着点心聊着天度过了一下午。在这期间，美金子去了趟卫生间，没见过世面的我只能环顾房间里各种名贵的物件。一个带着锁孔的大橱柜吸引了我，我很好奇柜子里放了什么。虽然翻别人东西不太好，但我还是没能忍住好奇心，拉开了柜门。柜门没锁，里面各种各样的书琳琅满目。看着那一册册看不懂的文学书、外语词典等等，我有了一个疑惑：美金子不是喜欢漫画吗？为什么她的房间一本漫画书都没有呢？之后我们吃了晚饭，看了家庭影院，一起洗澡，一起聊天，直到深夜。半夜我迷迷糊糊地醒了，回忆着这一天，每分每秒都像是在做梦一般。只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如鲠在喉，就是那个书柜。美金子说她很喜欢漫画，可书柜里竟然连一本都没有，这件事让我觉得很蹊跷。或许是有的，只是我看漏了吧。这个念头促使我想再打开书柜看一眼。
不知为何，柜门纹丝不动，怎么也拉不开。我的目光停在了锁眼上，汗毛直竖。难道我擅自打开柜子被美金子发现了吗？为了不让我偷看，所以上了锁。这时，我莫名感到有人从背后看我。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被美金子叫起来聊天。我迷迷糊糊准备先去趟卫生间，刚出房间，便看见祖母站在走廊上，正扶着墙壁朝卫生间走去。可能是因为腿脚不好，还拖着一条长裙，看样子随时都会摔倒。我走过去想搀扶她，可是被婉拒了。当时我也的确憋不住了，就先去了卫生间。事到如今，我仍对当时的决定后悔不已。就在我上完厕所准备离开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巨响，仿佛有个重物沿着台阶滚了下去。预感到不好，我赶忙冲出去查看。走廊上空无一人，只有楼下隐忍惊慌的呼喊。听完失之的讲述，在我看来也只是一场令人惋惜的意外，但是失之却直勾勾地盯着我，表情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说道：“你真的认为那只是一场意外吗？”我并不是怀疑有人从身后将美金子的祖母推下了楼，当时我听到响声，立刻就冲出去查看。走廊并没有人，她肯定是自己摔下去的，这是事实。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房子的设计很奇怪吗？祖母的房间在2楼的正中间，居然一扇窗户都没有。常年见不到阳光的老人，恐怕身体和精神都不会太好，更何况她还是飞仓集团社长的母亲，为什么会住在这里呢？再看整个2楼的空间，祖母的房间似乎像是被监视的牢房，还有这里的设计也太危险了。当时祖母扶着右侧的墙壁朝卫生间走，在这段路程里是没有任何扶手设计的，而从墙壁尽头到卫生间，走廊相隔至少2米，祖母就是从这里失去平衡摔下去的。可这座豪宅是专门为祖孙2人设计建造的，而且祖母腿脚不便，难道不应该做一些方便老人的无障碍设计，或者直接在祖母房间建一个卫生间吗？况且设计这套房子的可是知名建筑集团的社长，不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那么有没有可能让祖母意外死亡才是这栋房子建造的真正目的？飞仓集团是典型的家族企业，而当时祖母手上应该握有相当大的权力，对社长来说那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直接行凶不太可能，但是用一些小把戏的可能性却非常大。这栋房子根本就是一个精致的捕鼠夹，布下陷阱，然后默默等待猎物上钩。可是我又有了一个疑问，房子并不是刚建好的，为什么我正好在那天去留宿，又正好在走廊遇上了祖母，祖母又正好摔下楼梯？这一切未免也太巧合了。如果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那启动陷阱的是美金子吗？直到我偶然听到了美金子与其他同学聊天说，我怎么可能爱看漫画，那不是穷人家的孩子才看的东西吗？听了失之的讲述，我的脊背泛起一股恶寒。我也许是被利用了，美金子突然的邀请，白天没上锁的书柜晚上却锁上了。我记得那天从傍晚到睡前我们都是形影不离，连洗澡都是一起，那他什么时候上的锁呢？只能是在我睡着后到半夜醒来的那段时间。可是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那书柜里恐怕是藏了什么吧，比如拐杖。支撑捕鼠夹弹簧的支架被美金子拿掉了。次日早上，祖母想去卫生间却找不到拐杖，也许她觉得卫生间离房间并不远，不用拐杖也能走过去。祖母平时都拄着拐，并没有意识到那段距离的危险。美金子当时年纪也还小，恐怕是受到了父亲的教唆。这样一来，他邀请我去家里留宿，实际上是为洗澡不在场证明，所以才会大清早把我叫醒。而我在走廊偶然遇见了祖母，也是正中他的下怀。因为有人目击祖母的死，那么他的不在场证明就更加确凿可信。为什么是我呢？也许因为我不是富人家的孩子，可以用后继器吧。结束拜访后，我的内心仍然充满了一个疑惑：一个初中生真的会在父亲的教唆下杀人吗？飞仓集团还隐藏了什么秘密？这些谜团后续故事中会逐渐得到解答，因为像这样藏着秘密的房屋还有6个。请看这张户型图，有没有哪里不对劲？请问这栋房子组合排列起来，像不像是一个没有左臂和右腿的人偶？而类似这样蹊跷的户型图共有11张，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交织出一桩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血腥命案。
我是一名声名远扬的建筑设计师，爱好收集各类古怪房子的案例。偶然在图书馆翻阅到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刊登于1994年8月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整篇文章几乎可以说是唯一潜入重生志馆作者的现场纪实报道。长野县西部稍越的山脚曾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名为重生志馆，据说曾是邪教组织重生集会的老巢。他们信奉一名自称我是神，请尊我为神的圣母大人为教主，且自愿供奉。不过该宗教还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重生之集的信徒似乎都有着同样的烦恼，这所有信徒共同的烦恼是什么呢？而且我听说重生之集不用洗脑就能博得信徒的信任，他们会让信徒购买商品，虽说是商品，但他们推销的可不是什么便宜的东西，而是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日元的昂贵商品。重生之集的修行方式也很特殊，他们会每周一次的在重生志馆组织集会，信徒们可以住在其中修行。这每周一次的特殊修行，高额商品的秘密一定就在这里。为了查明真相，我决定潜入重生志馆一探究竟。不同于其他邪教的层层戒备，这次的潜入很是顺利。在电话中报上姓名、年龄、住址以及回答了某个问题，最后对教坛启示以表忠心后，对方就爽快地同意了我的入教申请，并且我还预约参加即将在重生志馆举行的特殊修行。进展得过于顺利，这反而让我有些心慌。修行当天，我如约来到了长野县。这是占据了一块宽广的平地，四周被大自然环抱，中间有一座纯白的建筑。与其说这外形古怪的建筑是宗教设施，不如说是现代艺术更为贴切。成群的信徒朝场馆走去，我跟在他们身后，沿着场馆向外探出的细长通道往里走，就是这次的集会场地。映入眼帘的是好几排摆好的折叠椅，左手边是一个半圆形的舞台，右手边是一个圆筒形的赤红色巨大雕塑。跟着信徒一起行过礼后，我找了最后排的座位坐下。不久，场地里已经人满为患，许多信徒没有座位，围站在一旁。这些信徒的男女比例大抵持平，其中也有2人结伴而来的，看起来像是夫妻。多数信徒的年龄在30到50岁，大家一言不发，正襟危坐，凝视着空无一人的舞台。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邪教信徒典型的态度了。这时，舞台上走出了一个人，不是什么圣母大人，而是一个40、50岁的中年男人，看着有点眼熟。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中部地区屈指可数的建筑公司飞仓集团的社长飞仓正也。诸位恐怕已经对自己犯下的可怖罪行有所认知，这罪行会过继到你们可怜的孩子身上。你们的孩子是罪孽之子，因父母所犯之罪降生，罪孽之污秽会召唤种种不幸，将诸位拉向地狱的泥沼。很遗憾，这污秽绝不会消失，但有办法将它淡化，反复修行即可将其净化。诸位先在本场馆洗刷污秽吧，明天一早身上的污秽将稍微减轻，到时请诸位回去为你们的孩子做修行的启蒙。这段演讲的内容极为老派，首先用罪孽、污秽等抽象的词语勾起信徒的恐惧，最后告知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只要入教，你就会得到救赎。但信徒们却听得如痴如醉，也不乏眼泪婆娑着。之前听说重生集会不给信徒洗脑，看来这说法是错的。这里的信徒明显被人用某种方式洗脑了。等飞仓演讲完，所有人都有序地起身，排成一列，朝着赤红色的圆筒形雕塑走去。接下来竟然是去参拜神秘的圣母大人。如此来说，这已不是雕塑，而是神殿了。神殿内部呈螺旋状，圣母大人则在殿中央。从墙壁上的窗户能隐约窥见圣母大人。通往中央的螺旋通道是漆黑的，只有中央圣母大人的位置透着光，像是对信徒们的指引。从第一扇窗窥探时，我以为自己看错了，但越是临近中央，视线越是清晰。我终于确信，圣母大人是名残障人士，一名没有左臂和右腿的中年女人。据说圣母大人已经年过半百，可她看起来却异常的年轻，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全身只裹着白色的绢布，几乎半裸。不知用神圣一词形容是否合适，总之她有一股异样的美。大家跪倒在圣母面前，圣母语气柔和：我身为罪孽之子，被罪孽之母夺去左臂，又为救罪孽之子失去右腿，我愿用所剩残躯拯救诸位和诸位之子。来吧，重生吧，
千千万万次。听完圣母的教诲，我们沿着螺旋通道走出神殿，换下一批信徒进入。这时，我注意到排在末尾的男人，双眼灼灼，异于常人。回想刚才进入神殿的一切，说实话，那不过是一个迂腐的设施。信徒通过一扇扇小窗反复窥看，会使人产生眼前的景象无比珍贵的错觉，然后安排信徒沿着螺旋形的通道一圈一圈的走，大概是为了引起轻微的眩晕。头昏脑胀时，无数次窥看小窗，视线的尽头坐着一位雍容华贵、有着不寻常身体构造的女性，人们很容易一些敬畏的感觉。这圣母大人估计也只是一个提线木偶吧。洗脑的秘密并不在神殿里，那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进行洗脑的呢？当我还沉浸在思考时，神殿里传来了一名男人的怒吼：圣母大人，您怎么能说谎呢？您不是说过会拯救我和我儿子成贵吗？为什么我的儿子会死呢？你就是个假货，我要杀了你，我要毒死你的心脏！几名教会成员将男人拖了出来，是先前排在末位、目光灼灼的中年男人。其他信徒目光冷硬地看着他被拖走，那是看叛徒的目光。男人被拖走后，场馆又变得寂静。我跟着其他半夜玩的信徒去了修行的房间，房间也在场馆里，但是必须先通过那条狭长的通道走到户外，沿着场馆外墙走了约5分钟才到了房间入口。宽敞的大厅前方有一扇门，我们排成一列，一个一个地进入房间。未知让我心跳越来越快，一周一次的修行竟会将信徒洗脑到这种程度，门后会是什么呢？眼前的情景是我从来没有预想到的。那是一个巨大的房间，里面摆了许多张床，比我们先来的信徒已经在呼呼大睡，我也只好学着他们的样子躺下来，这或许是修行前的准备吧。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房间里的信徒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躺在了地板上。直至几个小时过去，都没有任何动静，我不由得想，难道睡觉本身就是修行？我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宗教，这样的修行有什么意义呢？当我醒来时，已经是上午10点了，环顾四周，还有几名信徒在睡。与其说这里是一座宗教场所，还不如说是一家集体旅馆。打开房门，我发现大门左侧是一条细长的走廊。说是走廊，尽头却是封死的，就像是一条死胡同。见此情景，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是我对这重生集会的推测。也许直觉敏锐的读者看着文章的插图，恐怕已经有所察觉了吧。沿着昨天进来的门出来，宽敞的空地上摆放着几张长桌。昨晚在一个房间睡觉的信徒们正在和身穿白色宗教服饰的人员交谈着什么。走进长桌，桌面上有很多张户型图。这样一来，我总算心领神会，刚才我在大厅里的推测是正确的。重生集会时，文章在这里戛然而止。重生集会究竟是什么来头？教会是怎么给信徒洗脑的？信徒为什么要睡觉？信徒们的烦恼是什么？一系列问题在我脑中闪过。这时，我的视线停留在作者这句奇怪的字语上。也许直觉敏锐的读者看着文章的插图，恐怕已经有所察觉了吧。我将场馆的平面图摆在一起，直到我拼凑出场馆的整体模样。没错，这是一个没有左臂和右腿的人形建筑。也就是说，重生之馆是仿造圣母大人的身体结构建造的。神殿的位置对应着圣母的心脏，而修行室则是对应子宫。信徒们钻进圣母大人的子宫，然后在圣母体内重新分娩，得到进化，是这样的。这些谜团后续故事中会逐渐得到解答，因为像这样藏着秘密的房屋还有5个。离开图书馆后，重生之馆的谜团仍然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多次事件中出现的非仓集团、非仓正业，好像存在着一些我理不清的联系。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小插曲：圣母大人，您怎么能说谎呢？您不是说过会拯救我和我儿子成贵吗？为什么我的儿子会死呢？你就是个假货，我要杀了你，我要毒死你的心脏！那个男人是谁？他儿子的死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吗？从这里下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呢？我试着搜索关于成贵的相关信息，出乎我意料的，成贵相关信息并不难找。1994年5月8日，警方在爱知县的一间公寓里发现了3条成贵的尸体。成贵死于营养不良导致的多重并发症，据说他的尸体遍体鳞伤，显然生前经常遭受虐待。成贵的母亲3角杀之，及其交往对象中村荣二因涉嫌监护人遗弃致人死亡罪被提起公诉，分别被判有期徒刑8年和14年。成贵去世2年后，他记录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日记
被出版社成书出版，书名为《少年的独白：三桥成贵最后的手记》。日记内容如下：11月24日，今天我一直待在家里，妈妈还没回家，肚子饿得受不了，于是我吃了放在厨房的一个面包。11月25日，昨天晚上我没经允许就吃了面包，妈妈生气了，我跪坐着说了100次对不起。妈妈睡到傍晚，醒来后紧紧地拥抱了我，我本来不想哭的，眼泪却流了出来，真奇怪。11月26日，我总是抱怨肚子饿，惹火了妈妈，她说我吵死了，捏住我的鼻子，让我不能呼吸，那就用嘴呼吸吧。这样想着，我张开了嘴，结果妈妈说我不许耍滑头，我觉得耍滑头很可耻，跪坐着说了对不起。11月27日傍晚，叔叔来了，我和妈妈一起去叔叔家，这是我第一次去，很紧张。我们坐上车，很快就到了。叔叔比我家的公寓大，门的左边有一座大花坛，好办啊。走进屋里，中间是一条走廊，走廊上有许多扇门。我们走进右手边最近的那扇门里，屋里有一台大电视，还有一张桌子。窗外能看到花坛和房子的大门，另一侧窗外有汽车疾驰而过，特别帅气。我在这个房间吃了晚饭，蛋包饭很好吃，我吃得饱饱的，妈妈也没有生气。吃完饭，我来到走廊，去了隔壁的房间。叔叔说这是成贵你的房间，房间里有床，这是我第一次在床上睡觉，很开心，而且窗外能看到车子开过，真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房间。11月28日早上醒来，我和叔叔、妈妈一起吃了早饭， Q 弹的鸡蛋和煎火腿好吃极了。吃完饭，我来到走廊，去了隔壁的房间，那里有一扇大窗户，能看到花坛。房间里有个像自行车的东西，叔叔说那是健身单车，我试着骑了骑，挺有意思的。这个房间里还有一扇门，打开后里面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从这里也能透过窗户看见花坛，还有一扇窗能看见河。傍晚，叔叔开车送我们回家，和叔叔说再见的时候，我很舍不得。晚上，妈妈因为我没对叔叔说谢谢而发火，捏住我的鼻子，让我不能呼吸，用嘴呼吸是耍滑头，于是我努力不张开嘴巴。2月24日，妈妈中午回到家，睡醒后我给她毛巾时，她对我说谢谢，紧紧地拥抱了我，然后我躺在她旁边和她一起睡着了。傍晚，我想给妈妈和自己做一顿饭，于是给面包涂了果酱，放到烤面包机里，面包烤焦了，黑乎乎的，我不想被妈妈发现，打算把它当成垃圾扔掉，妈妈还是发现了，骂了我。2月25日，妈妈说明天是去叔叔家的日子，我十分期待，但如果在叔叔家玩得太开心，之后反而会惹妈妈不高兴，我会注意不要玩得太尽兴。2月26日，我和妈妈一起去叔叔家，看到花坛，我觉得好怀念。我们3人一起去店里吃了拉面，面很好吃，但我还想吃蛋包饭。我和叔叔洗完澡，叔叔和妈妈吵了起来，妈妈哭了，叔叔说我瘦得可怜。他们和好后，叔叔说从今往后我会出赡养费的。妈妈不住地说谢谢。2月27日，早饭的玉米浓汤和煎蛋非常好吃。吃完饭，我又想骑那辆固定在地上的车，刚吃完饭就骑车，肚子有点疼。然后我打开另一扇门，之前的那个房间不见了，只有河水哗哗地流过，真奇怪。傍晚，叔叔开车送我们回家，最后分别的时候，我难过的要哭了，但好好的说了谢谢。叔叔笑着摸了摸我的头。3月3日，厨房里一个面包也没了，今天也没吃上饭，我饿得肚子疼，于是舔了舔铅笔，用咬了吃下去，肚子不再那么疼了。3月4日，叔叔打来电话，对我说让你妈妈接，我把电话给了妈妈，然后妈妈在电话里和叔叔吵了起来，妈妈挂掉电话对我说今后不和叔叔见面了，我很难过。3月5日，妈妈出门后，叔叔来了，他对我说跟叔叔一起走吧，我就去了叔叔家。虽然担心妈妈会发火，但叔叔说不要紧，还说叔叔给你吃蛋包饭，我决定跟他走。我在叔叔家吃了蛋包饭，十分美味。饭后我们一起看了电视，叔叔说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还说叔叔还会送你去上学，如果妈妈也一起住的话，我就愿意住在叔叔家。后来叔叔把我带到走廊深处的房间，那个小房间里有一只褐色的人偶，我很害怕。叔叔说这里是房子的心脏，所以不能上锁，我听不懂他的话。3月6日，我和叔叔吃完午饭，有辆车停在房子前面，妈妈和一个染着金色头发的男人来了，他们跟叔叔吵了起来，妈妈抱着我上了那个男人的车，叔叔追了上来，但车开得很快，我很快就看不到叔叔了。
那辆车没有开去我和妈妈住的公寓，而是把我们带到了男人的公寓。妈妈对我说，从今往后我们3个人就在这里住了。我想见叔叔，好想哭。3月7日，男人告诉我他名叫蓉儿，蓉儿会给我吃饭，但饭臭臭的，我忍不住吐了出来，惹火了妈妈。妈妈一直向蓉儿道歉，妈妈怕蓉儿不高兴，硬着头皮把饭吃了，结果吃坏了肚子，呕吐不止，因此惹火了蓉儿。我独自说了100次对不起。3月8日，肚子疼，可能要拉肚子，但给蓉儿和妈妈添麻烦的话，蓉儿会对妈妈发火，所以我努力忍耐。3月16日，在蓉儿的命令下，我住进了杂物间。妈妈哭着对我说，对不起啊。我也想哭，但忍住了。妈妈偷偷给了我一个面包，我静悄悄地吃掉了。3月17日，一直在杂物间坐着，屁股和后背会疼，但如果我弄出声音，妈妈就会被蓉儿打，于是我尽量不出声。3月18日，我不小心弄出了响动，被蓉儿打了，妈妈哭着要她住手，结果蓉儿也打了妈妈。3月19日，我听到蓉儿的大吼和妈妈的哭喊声，我用指头堵住耳朵，不让自己去听。4月12日，今天也没吃上饭，肚子又饿又疼，我打算想一些开心的事，忘掉肚子疼的事，但不是很管用。我还想去叔叔家，再吃一次蛋包饭。4月13日，肚子不疼了，但总觉得胀得厉害，口水好苦。4月14日，妈妈给了我水喝，以前的水明明没有味道，这次的却是甜的。4月15日，我坐不住，脑袋靠着杂物间的墙角躺着，好想睡在被子里啊。4月16日，妈妈给了我饭团，我咬了，却咽不下。4月17日，我的眼睛睁不开，我不好比。4月18日，睡着的时候，脑子好像也在不停地转。4月19日，浑身上下都好痛。4月20日，眼前模糊一片。4月21日，想喝水。日记到此戛然而止。年仅9岁的陈贵死在了爱知县的公寓里。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少年对悲惨生活的日常记录。可是，日记里描述的叔叔的家，好像有点熟悉。这些谜团，后续故事中会逐渐得到解答，因为像这样藏着秘密的房屋，还有4个。今天，我要采访的对象是丽媛千惠。千惠小姐又是居住在岐阜县鱼岛市的一栋2层房屋中，除了她，家里还有父亲、母亲和哥哥。而当时他父亲是进口车经销商的金牌销售，据说年收入是普通家庭的好几倍。但是，他们一家过得并不富裕，因为我的父亲是个人渣。千惠的父亲是个花花公子，赚的钱几乎都用在花天酒地，根本不养家，家里要靠母亲打钟点工才能勉强度日。可是，据千惠小姐的回忆，她父亲偶尔也会有温柔的一面。小时候，我胆子很小，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一直都是哥哥陪我睡在一个房间。但是小学4年级那年，哥哥升了高中，不再住家里，我几乎每晚都会被噩梦吓醒。有一天，父亲突然笑嘻嘻地来我房间，递给我一个自制的纸杯土电话，说道：“要是害怕，就用这个和爸爸说话吧。”所谓土电话，就是一种用绳子连通2个纸杯的玩具，利用固体传声的原理，在2个纸杯之间连上绳子，绳子拉直绷紧后，对着纸杯讲话，声音会通过绳子的震动传递到另一端的纸杯中。如果中间没有障碍物，甚至可以相隔几百米进行通话。不过，只要绳子稍微松动，声音就传不过去了。千惠还拿出了儿时房屋的户型图，方便我理解。千惠的房间在2楼的东南角，而他父亲的房间则在西北角。不知道是不是固体传声的原因，那时父亲的声音显得比平时更宠溺、更温柔。我们起初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聊，渐渐的，我开始向父亲倾诉一些平时面对面难以启齿的烦恼和心事。虽然父亲经常半夜才回家，这样的对话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可依旧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然而，这样的通话却在那一天戛然而止。那天晚上，父亲的状态似乎和往常有点不一样，他的声音带着颤抖，说的话也是支离破碎，前言不搭后语，根本和我的话对不上，而且通话过程中还有奇怪的杂音。这毫无意义的对话持续了几分钟后，父亲很突然地说了句“快睡吧，晚安”，就没了动静。平时通话结束后，父亲都会收起纸杯，可那次过了很久，父亲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只好拽着自己这头把纸杯收了起来，放进了抽屉。之后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母亲突然闯进了我房间，拉着我就跟着父亲往屋外跑。屋外的马路上很多人，原来是邻居宋江家着火了。我当时看到宋江家的儿子整个在街坊的怀里大哭。火灾过后，
警方在屋里发现了松江父母的尸体。据当时的报道说，那场火灾是因为松江的母亲在2楼的和室自焚引起的。千惠指着自家的户型图，这一举动让我有点费解。千惠赶忙解释道，那一片的房子是当时知名建筑公司飞仓集团统一建造的成品房，户型全都一模一样。幸运的是，当时火灾并未殃及千惠家，但是自那之后，父亲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整体阴沉沉的。没过多久，父亲留下了一份离婚申请书和2000万日元，以及房屋转让合约，离家出走了。因为父亲的突然离开，千惠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她感到很恐慌，因为有一天，也许是想念父亲，我拿着许久未用的土电话，将其中一只固定在父亲床头，拿着另外一只回了自己房间，把纸杯贴在耳朵上。我知道肯定是什么都听不到的。就在我准备将土电话收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连接2个纸杯的线弯弯曲曲地落在地上。可是为什么会是弯弯曲曲的呢？土电话如果不把线拉直，就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所以线的长度必须是从父亲的枕边到我的枕边一样长才对。若通话时父亲离得更远，线就会遇到阻碍，声音也是无法传过去的。这栋房子里根本就没有能打通土电话的地方，所以只有一种可能，父亲和我聊天时根本不在家里。之后我测量的线的长度，得知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从我的床头将线拉直，正好可以到达松江家的和室。虽然土电话的线是可以替换的，不能说明每次打电话的时候父亲都在那儿，但至少火灾那晚父亲在现场。我怀疑父亲可能一边和我打电话，一边杀了松江的母亲，所以那晚父亲的表现才会那么奇怪吧。这样一来，警察若来盘问，父亲便有了不在场证明。听着千惠轻飘飘的语气和他耸人听闻的话语间的落差，令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自那之后，千惠便带着这个疑虑生活，直到2年后的一天，他收到了父亲去世的通知。他将自己反锁在一个房间里，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听说当时遗体旁边还有一只奇怪的人偶。给父亲办葬礼时，我第一次去那里，那是他在爱知县买的一套2手房，是一套很大的平房，大门口有一个花坛。听他的邻居说，父亲去世前不久还做了房屋改建，而且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改建，好像叫什么缩建工程。听说他拆除了一整间房子。听着千惠的话，我感觉似乎有点耳熟。缩建工程，拆除一整间房子。当我还在脑海里寻找这股熟悉感时，千惠的声音打断了我。她说，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在父亲家吃蛋包饭的情景。那孩子很瘦，身上有很多瘀伤。事后，千惠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小男孩的照片，他叫三桥成贵，因遭父母虐待而死。这些谜团后续故事中会逐渐得到解答，因为像这样藏着秘密的房屋还有3个。拜访完丽媛千惠后，老实说，我始终不太能接受千惠所说的他父亲一边打土电话一边杀人放火的猜想，所以我拜托千惠想办法约见了当年火灾的遗孤松江红树。松江所描述的火灾情况和千惠所说基本一致，唯独说到他母亲自焚的原因时，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这不是事实，火灾根本不是母亲自焚引起的，是有人蓄意纵火。这个人应该是我父亲。松江拿出了一份和千惠家相同的户型图，只是家具的摆放位置不同，一边比划着一边说道，火灾发生那晚，我独自在1楼客厅看电视，父母亲都在2楼各自的房间。当时房子的隔音不是很好，客厅上方又正对着2楼的走廊，因此每当有人经过，我都能通过声音判断谁去了哪个房间。父亲和母亲的脚步声区别还是很大的。那天晚上，我听到父亲从他的房间出来，经过我的房间，再往里走就是何氏和母亲的房间。何氏平时基本不会有人去，难道是去母亲的房间吗？当时我就感到不可思议，父亲为什么会突然去母亲房间呢？听松江说，他的父母关系并不好，甚至平时都不会看对方一眼，两人之间也只是维持着表面夫妻的状态。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我听到父亲匆忙经过走廊往楼下跑，我还来不及反应，起居室的门就被猛地推开了。父亲嘴里一边喊着着火了，一边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跑。一出门，父亲塞给我一串10字架项链和100日元的硬币，
让我去对面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父亲还说母亲不在自己房间，他还要回去找母亲。直到最后，父母也没能从家中逃脱。火灾过后，警方在房子里发现了父母的遗体。据当时警方说，父亲倒在楼梯间，也许是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晕倒了。最让人奇怪的是，母亲的尸体却是在2楼合适里发现的，准确来说，是在合适的壁橱里发现的。当时母亲身边还倒着煤油罐，警方大概是根据这个判断母亲是自杀的吧。可是我知道母亲不可能自杀，如果母亲是自杀，那当时父亲就在现场，为什么没有阻止母亲呢？这30分钟里，父亲他究竟做了什么？所以我怀疑是父亲杀了母亲。至于母亲的尸体为什么会在合适的壁橱，我猜测也许是因为我吧。为了避免我长大后埋怨父亲为什么不救母亲，所以当时把我带出房子后，父亲说母亲不在自己房间，他要去找母亲。只是父亲也没想到火势比他想象的更加迅猛。松江并没有向警方说过自己的猜想，他并不想以罪犯子女的身份生活。最后松江拜托我说，如果您调查出了真相，无论真相是什么都没关系，我的父亲是凶手也好，千惠的父亲是凶手也罢，当然也可能我们的父亲都不是凶手，我们只想知道真相。松江走后，我独自思索着这些信息。松江和千惠对那场火灾的看法不同，说实话，他们俩的猜想我都不太认同。火灾当天，千惠父亲的状态确实不正常，但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和女儿打着土电话杀人，实在是不现实。而且，家人的证词在法庭审判中并不能成为有力证据吧。相对而言，松江的猜想更加符合实际，但也有不对劲的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纵火。杀人的方法有很多，松江的父亲为何偏偏要选择纵火呢？为了杀害妻子，不惜烧掉自家房子，最后连自己的命也搭上了，这代价未免太大了。无论是千惠还是松江，他们的猜想或许在自己的视角下是成立的，但把他们的线索综合来看，似乎又说不通。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还有千惠父亲遗物里3桥成贵的照片，他们是什么关系呢？也许从这里能找到点线索。这些谜团后续故事中会逐渐得到解答，因为像这样藏着秘密的房屋还有2个。这是一栋无法逃脱的公寓，名为麦春宿舍，一次收费高达10万日元。请看这样的布局有没有哪里不对劲？4间布局一模一样的房间连在一起，你会想到什么？牢房吗？更奇怪的是，2个房间共用一扇窗，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旁边的房间，毫无隐私可言。而且我还听说，曾经一家建筑公司的公子哥对这里的一位麦春妇流连忘返，因为这个女人没有左臂和右腿。而类似这样蹊跷的户型图共有11张，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交织出一桩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血腥命案。今天我要拜访的对象是西村明美。据说她46年前开了这家店，一直和独生子满先生相依为命。明明已经80岁高龄的明美女士，依旧每天在居酒屋和客人一起喝酒聊天至深夜。可以说，她就是这家店的金字招牌。开朗的母亲和勤奋老实的儿子，却有着一段极其艰难的过往。据明美女士说，他们母子曾经住在一栋无法逃脱的公寓里。明美女士又是家境贫寒，大部分时候甚至都没法填饱肚子。15岁那年，母亲病逝了，她的家暴父亲侵犯了她。初中一毕业，明美就逃离了这个充满痛苦的家。为了生存，明美谎报年龄，在东京的歌舞伎町找了份女招待的工作。那时候的明美女士年轻貌美，能说会道，很快就成了店里的头牌，1个月的收入甚至能买上一台高级轿车了。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岁时，明美怀上了客户的孩子，对方自称开了一家小公司，可是自从怀孕后，这位客户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才听说，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公司老板，而是有老婆孩子的上班族。靠着之前赚的钱，明美离开了歌舞伎町，自己开了一家店，独自生下了满先生。之后，由于没有任何经营经验，店里开始入不敷出。明美天真的认为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因此欠下了不少债。在她27岁时破产了。不过，除了银行的借款，明美还借了很多的高利贷。他们母子被关进了一栋名为麦春宿舍的公寓，那是坐落于山梨县中部山间地区的一栋2层公寓。1楼和2楼分别有4个房间，1楼住着负责看管的黑社会成员，2楼则住着和明美一样的带着孩子的负债女人。明美女子被关进了2楼最左侧的房间，房间里有厕所、浴室和壁橱，还有个简陋的厨房。另外，房间里还有一间小小的卧室，也就是杰克的卧室。昏暗的房间里只有各种小玩具和一张床，幸好卧室有门隔开，不会让小满直接看见，但他大概也能知道自己的母亲每晚都在里面做什么吧。客人往往都是深夜才来，个个都是开的豪车。这公寓就是给有钱人做的买卖，据说一次收费10万日元，其中的9成被抽走，剩下的1成才用来还债。直到还清债务，他们都要被关在房间里。只不过，虽然被关在房间里，但若从外面上锁就等于犯了监禁罪，所以黑社会成员也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心思。公寓的1楼经常站着一个看守，他们会轮班站岗巡逻，时刻监视着公寓的出入口。被关在2楼的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和孩子，即使大家一起反抗，也不可能成功。除了看守，他们还精心设计了一套防范措施。2楼4个房间却只有2扇窗户，而且还是2个房间共用1扇窗，通过窗户可以看到隔壁房间，这样可以方便互相监督。如果一旦找到其他人想要逃跑的证据，就可以抵消一半欠债。实际上，明美也不认为组织会真的大方抵消一半债务，可既然有这种规定，就会害怕被冤枉，因此半点可疑举动都不敢有。不过庆幸的是，明美的邻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叫八虫子，带着一个11岁的女儿。他们体谅彼此的艰辛，经常敞开窗户一起聊天。就这样住了一段时间后，明美突然发现了一件之前没注意到的事。八虫子竟然没有作弊，好像是他出生后不久的一起事故导致的。孩子们不在的时候，2位母亲有时会倾诉各自的身世，而八虫子的身世显得十分复杂。听八虫子说，他在长野县一户富裕的家庭长大，可在18岁时，他从父母口中得知了一件事：八虫子其实是被他们从树林的废弃木屋里捡回来的弃婴。八虫子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离家出走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八虫子似乎特别怨恨自己的养父母。之后，八虫子在东京打工，因为身体原因，生活很是艰难。可在他21岁时，他和打工的那家公司社长恋爱了，并且很快的就结婚，摇身一变成了社长夫人，并生下了女儿。本以为就要过上幸福生活，但是孩子出生没过几年，公司受股市影响倒闭了。八虫子的丈夫被巨额债务逼得走投无路，扔下母女2人自杀了。母女俩被债主带进了公寓，开始了那暗无天日的生活。说到这，明美女士突然满脸动容地说：“八虫子，他还是我儿子小满的救命恩人。”那是明美母子来到公寓半年后的事。在公寓里，原则上是不允许离开的，但是只要满足某个条件，也能得到短暂的外出许可。条件是交换小孩。假设 A 母子和 B 母子为邻居，而想要外出，则必须带上 B 的孩子一起，而 A 的孩子则需要交由 B 看管。也就是说，这套规则的本质是将亲生骨肉作为人质，从精神层面给人附上枷锁。而且，万一 A 扔下自己的孩子逃跑， B 就要为此负责。所以除非2人足够的信任，不然是不会做出这种交换外出的。但明美和八虫子彼此信任，经常利用这个规则带孩子出去玩。可这天，意外却发生了。八虫子带着小满外出游玩，明明按理说3点多就该回来了，可直到天黑也没见到2人的影子。就在明美忧心忡忡时，组织里的人过来说道，他们2人出了车祸，现在在医院。听说小满横穿马路，眼看就要被撞了，八虫子一把推开了小满，自己则被压在了车下，他的右腿被压在车轮下，最终只能做了截肢手术。从此之后，八虫子就成了一个没有左臂和右腿的女人。尽管如此，事后八虫子却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反而道歉说让小满遇到了危险。时至今日，明美女士一直崇拜着八虫子的为人。和八虫子的分别发生得很是突然。那时，有一个建筑公司的公子哥经常光顾八虫子，他甚至帮八虫子还清了所有的债务，把这母女2人带走了。自那之后，明美便再也没有见过八虫子。
八重子离开后的第2年，明美终于还清了债务。那时的明美29岁，小满也才9岁。回到东京后，明美便带着小满打工攒钱，开了这家居酒屋，一晃便是40余年。临走时，我怀着歉意向在厨房的满道别。拜访结束后，我重新理了一遍采访笔记，其中有几个问题让我感觉不太对劲。难道是明美的话里有记忆混淆的地方？毕竟那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记忆出现偏差也正常。但是我仍然觉得不太对劲。我不觉得明美在说谎，也没有说谎的必要，但是她一定有所隐瞒，而且隐瞒的内容是某些足以动摇我们对话根基的事实。这些谜团后续故事中会逐渐得到解答，因为像这样藏着秘密的房屋。还有最后一个，而是记忆里，家中有一间十分古怪的房间，里面好像存在着一件让人恐惧的东西，它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往后数十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只出现过一次的房间，究竟会藏在哪里呢？而类似这样蹊跷的户型图共有11张，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交织出一桩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血腥命案。陆坚先生是一名年轻设计师，之前有过工作交流。今天他突然邀请我去他儿时居住的老房子，不是游玩，而是想拜托我帮他破解儿时记忆里那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甚至有点恐惧的房屋谜题。陆坚先生的老家在新系，高中毕业前他都和父母住在这座房子里，现在则是他的父亲独自居住。陆坚的父亲也是设计师，虽然是金属和稀土相关的方向，但也十分追求美感。听说房子以前还做了大规模的改建。这座现代式的房子外墙被漆成了白色和藏蓝色，十分漂亮。听陆坚说，他的那段记忆始于一阵强烈的眩晕。那是陆坚大概6岁的时候，记不清当时在家里的具体哪个位置了，只记得视线一阵摇晃，连站立都困难，只能蹲在地上。眩晕过后，陆坚发现本应空无一物的墙壁上出现了一扇半开的门。拉开门，里面是一个小房间，说是房间也有点不对，因为这个房间实在是太小了，小到只能塞进半张榻榻米。房间呈正方形，墙上贴满了纯白的壁纸，没有窗户，铺着木地板，只有地板正中央端正摆放着一个木盒子，显得十分正式又怪异。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盒子里的东西。但是我记不清了，应该是个细长的物件吧，手感似乎是硬邦邦的，也许是惊吓过度，我当时就跑回了房间。之后陆坚父母回来了，当天晚上陆坚想再看看那个房间，却发现这座房子里根本就找不到那个小房间，一个真实的房间就那么凭空消失了。后来陆坚还问了父母，却被嘲笑做了噩梦，但那东西残留的触感却无比真实。自那之后，陆坚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奇怪的房间，更想不起那让人恐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陆坚的老家现在只有父亲在住，趁家中无人之际，陆坚把我请进了屋子。他拿出一份房子的户型设计图，带着我在房子里转了几圈，可是单就这样看，我并没有发现哪里有不对劲，所以我们决定从陆坚的回忆和户型图对照，也许能找到隐藏房间的位置。根据陆坚的记忆，我列举了4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第一，陆坚突然感到眩晕，眩晕结束后，眼前出现了一扇门。第二，陆坚拉开门，里面是一个小房间。第三，房间是半张榻榻米大小的正方形。第四，陆坚打开地板上的木盒子，里面有一件可怕的东西，受到惊吓跑回了自己房间。首先，根据第4点，陆坚受到惊吓跑回了自己房间，可以看出陆坚的卧室和隐藏的房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其次，第3点，房间小到只能塞进半张榻榻米，呈正方形，房门的宽度差不多也是半张榻榻米的宽度。那么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房门是如何被隐藏的呢？假如隐藏的房门直接设在一面墙上，那不管怎样都会存在痕迹。但是如果直接把门作为一面墙呢？那样便可掩去门的痕迹。如果这样的地方一定存在，那这座房子里唯一可能的地方只能是这里。
墙的另一面是厨房，从便利性考虑，这里明明可以做一扇通往厨房的门，但为什么没有呢？那有没有可能走廊和厨房中间藏了什么东西？比如一个小小的空间。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我去厨房，入间去到走廊。我让入间先生在走廊敲打墙壁，而自己则把耳朵贴在厨房的墙上。墙那边传来咚咚的声响，声音比较小，带着点回声，像是有段距离。没错，走廊和厨房之间绝对还有一个隐藏的空间。我赶忙来到走廊，细看之下，我发现走廊墙壁左右和上方都有细细的木条。这么来说，这不是装饰，而是用来隐藏房门的门框。走廊尽头的这面墙就是隐藏的房门。入间用力推了推门，纹丝不动。根据第二点，入间拉开门，里面是一个小房间，也就是说，门不应该是推，而是向走廊方向拉。可是，这伪装成墙壁的门，光滑的没一处能拉出来的地方，更别说门把手了。没有门把手，那这扇门是如何打开的呢？再看第一点，入间突然感到眩晕，眩晕结束后，眼前出现了一扇门。有没有可能，入间之所以会感觉房间是突然出现的，是因为这堵墙当时出于某种原因被打开了？那么门的意外开启和入间记忆里的眩晕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有没有一种可能，眩晕之前也发生了某些很恐怖的事情，由于过度惊吓也被大脑的保护机制删除掉了，因此记忆才从眩晕开始呢？我想到了一种可能。2022年，入间24岁，如此往前推，他6岁的时候大概是2004年。我拿起手机搜索起2004年新系地区的新闻报道。2004年10月23日，新系发生了强度6.8级大地震。因为当时的地震，隐藏房间的门被晃开了吗？既然可以晃开，那么这个秘密的房间就是没上锁的。即便如此，没有门把手，正常情况没有如何才能打开呢？不过，既然是密室，总归是有打开的办法的。我们二人搜索着整栋房屋，毫无头绪。这时，角落里这个和房间等高的收纳柜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个收纳柜顶部紧贴天花板，柜门罕见地使用了单边推拉门。一般来说，收纳柜的推拉门会被设计成双轨推拉门，两扇门都可以推动，方便放取物品。而单边推拉门只有一侧有门，放取里面的东西会很不方便。为什么要特意这样设计呢？我思索着。这时，我突然想到，户型图上这个收纳柜就在隐藏房间的一侧，紧紧挨着。收纳柜里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呢？我和入间清空了收纳柜，我打着手电钻了进去，可看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正准备离开，等等，还有没看到的地方。我从里面关上了柜门，柜门完全关闭的时候，在手电筒的映照下，一个被巧妙掩藏的小凹槽显现了出来。单边推拉门的构造完美隐藏了它的存在，这凹槽简直就像门的拉手。我让入间去走廊那边，自己则把手伸进凹槽，向左侧，也就是走廊那边拉去。随着一阵机械声响起，沉重的木板向走廊方向滑去。可是，奇怪的是，入间在走廊并没有看到墙壁发生任何变化。或许，这个隐藏门是双重构造，这也许是一扇由外侧走廊那边的门板和收纳柜里的木板共同构成的，也就是双重构造的门。那么，是不是要把木板拉到底，才能开启外侧门板的机关呢？这样想着，我再次把手伸进凹槽，用力把木板向外拽去。机械声再次响起，我却又怀疑起自己的猜测来，因为这木板太沉了，仅仅是拽动几厘米，手指都会酸痛的不行。这块木板真的是这样用的吗？突然，入间先生不经意说过的话从我脑子里闪过，瞬间一切好像都串联了起来。如果我没猜错，这房子里应该有一块大磁铁。不一会儿，入间真的拿着一块巨大的磁铁走了过来，满脸诧异。他说，在他父亲的抽屉里，居然真的有这么大一块磁铁。入间很是疑惑，我为什么知道他家会有磁铁？我没有回答。我让入间把磁铁压在走廊那边的门板上，自己则继续推动收纳柜的木板。突然，
走廊那边传来啪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被吸在了磁铁上，紧接着就传来入间惊喜的声音。这个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隐藏房间，时隔数十年后，终于再次出现了。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呢？刚才我拉动木板时，觉得木板过于沉了，跟铁似的，会不会里面真有金属板呢？如果走廊那侧的门板和收纳柜的木板之间有一块金属板，那么在拉动木板的同时，会把金属板往走廊的方向顶。如果同时有一块磁力巨大的磁铁，就可以通过在走廊外侧的磁铁来吸住里面的金属板，成为隐藏门的门把手。当然，普通的磁铁在打开门之前就会因为磁力不足会被拽下来，可是铝磁铁即使中间夹着木板，也能维持相当大的磁力。而铝磁铁的原料就是一种稀土，他的父亲从事金属和稀土相关的设计工作，这简直就是他父亲的专长。我跟着入间走向了这个神秘而又让人恐惧的房间。正方形的小小房间，四壁洁白，一如入间的记忆。房间正中央放着一个木箱子，我能看出入间全身都在紧张地颤抖着。最终他还是缓慢地打开了木箱。我看到了木箱里放着的一个没有左臂和右腿的女性人偶。至此11份诡异房屋的相关资料已经调查完毕。那么这11份房屋之间隐藏在背后的秘密。我是一名独立建筑设计师，爱好收集各类古怪房子的案例。我发现这其中某些案例好像有着一些让人细思极恐的联系。资料如下：资料1，被封死的走廊；资料2，孕育黑暗的家；资料3，林中的水车小屋；资料4，凶宅就在眼前；资料5，捕鼠器之家；资料6，重生之馆；资料7，叔叔的家；资料8，连通房间的土电话；资料9，通往杀人现场的脚步声；资料10，无法逃脱的公寓；资料11，仅出现一次的房间。而这所有资料中，其实有着一份明显能成为故事的核心，就是重生之馆。长远县西部稍越的山脚，曾有一座巨大的畸形建筑物，名为重生之馆，据说曾是邪教组织重生集会的老巢。这是1994年一名杂志记者潜入重生之馆探访的纪实报告，记者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前后2篇。不过遗憾的是，后篇出于某种原因并没有在杂志刊登。那么从这份前篇资料里，我总结出了5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为什么重生集会的修行方式是睡觉？第二，教堂向信徒出售的价值几百上千万的商品是什么？第三，身穿白色宗教服饰的人员和信徒是在聊什么？第四，信徒们共同的烦恼是什么？第五，信徒们是如何被洗脑的？关于第一个问题，仔细观察这栋畸形建筑，我们可以找到线索。重生之馆其实是以圣母大人的身体构造为原型建造的畸形建筑，不仅外形，还有内在。神殿的位置对应着圣母的心脏，而修行室则对应子宫。信徒们进入神殿面见圣母，得到认可，然后从下体进入卧室沉睡，再通过下体离开，如同经历怀孕到分娩的过程，从而获得重生。也许这也是重生集会名字的由来。关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记者暗访里非常正彦的演讲中找到线索。诸位恐怕已经对自己犯下的可怖罪行有所认知，这罪行会过继到你们可怜的孩子身上。你们的孩子是罪孽之子，因父母所犯之罪降生，罪孽之污秽会召唤种种不幸，将诸位拉向地狱的泥沼。很遗憾，这污秽绝不会消失，但有办法将它淡化，反复修行即可将其净化。前部分很好理解，大概就是说，这里的信徒们内心都怀有某种罪恶感，并告知信徒洗刷罪孽的方法，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这里修行重生。奇怪的是，这最后一段话，诸位先在本场馆洗刷污秽吧，明天一早身上的污秽将稍微减轻，到时请诸位回去为你们的孩子做修行的启蒙。飞仓的意思是回家后让信徒们的孩子也做同样的修行，可是普通人家不可能有仿照圣母大人身体建造的房子，更不会有象征子宫的卧室。那么信徒们如何让自己的孩子修行呢？信徒们可以把自己家的房子改建成小型的重生之馆。在入间先生的儿时记忆里，家中有一间十分古怪的房间，它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房间呈正方形，铺着木地板，
墙上贴满了纯白的壁纸，没有窗户，只有地板正中央端正摆放着一个木盒子。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盒子里的东西竟然会是一个没有左臂和右腿的女性人偶。听陆坚说，在她出生时，房子还做了大规模的改建。那么仔细看看陆坚家的户型图，隐秘房间是在这里被发现，也就是残缺人偶出现的地方。如果把房子对照圣母大人的身体看呢，那么隐藏房间就是心脏的位置，对应着神殿。房间里放着残缺人偶，用来代替圣母大人，是这样吧？再来看入间先生的房间，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房间空间很大，正常来说床会摆在房间里面，可是为什么入间的床会放在进门口呢？因为这里是子宫的位置。入间的父母是在孩子出生时加入的重生集会，可能更早，这说明他们当时怀有某种罪恶感。按照重生集会的说法，为了净化过继到孩子身上的罪孽，入间的父母仿照重生之管改建了房屋，让入间每天都会获得重生，洗刷罪孽。不过这种明显不太正常的房屋改建，应该无法随意找个建筑公司就能完成吧？正因如此，重生集会才能谋取暴利。那么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已经显而易见，他们出售的高价商品就是房屋，准确来说是房屋的改建工程。重生集会在中部地区设置据点，诱导信徒改建房屋，再由当时中部地区知名建筑公司飞仓集团承接工程，即使在不合理的改建要求，也都能实现吧？那信徒们和身穿白色宗教服饰的人员在聊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在谈生意。身穿白色宗教服饰的人员并不是宗教成员，而是飞仓集团的销售。销售人员穿上宗教服饰来蒙骗信徒，如果穿上西装，牟利的意图也太明显了吧？实际上，类似的建筑还不止于此。1994年5月8日，警方在爱知县的一间公寓里发现了三桥成贵9岁男孩的尸体。成贵死于营养不良导致的多重并发症，据说他的尸体遍体鳞伤，显然生前经常遭受虐待。他记录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日记被出版社成书出版，书名为《少年的独白：三桥成贵最后的手记》。而在这本让人心痛的手记里，其中几篇成贵所描述的叔叔的家有点奇怪。叔叔比我家的公寓大，门的左边有一座大花坛，好办啊。走进屋里，中间是一条走廊，走廊上有许多扇门。我们走进右手边最近的那扇门里，屋里有一台大电视，还有一张桌子。窗外能看到花坛和房子的大门，另一侧窗外有汽车疾驰而过，特别帅气。从日记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大概还原出这栋房子的结构。门的左边有一座大花坛，走进屋里，中间是一条走廊，走廊上有许多扇门。走进右手边最近的那扇门里，有一台大电视，还有一张桌子，应该是客厅吧。重要的是，窗外能看到花坛和房子的大门，那么客厅应该是突出房子的。再根据另一侧窗外有汽车疾驰而过的描述，可以推测出窗外面向马路。而有关这个房间隔壁的房间，日记中出现了两种描述。吃完饭，我来到走廊，去了隔壁的房间。叔叔说这是成贵你的房间，房间里有床，这是我第一次在床上睡觉，很开心，而且窗外能看到车子开过，真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房间。吃完饭，我来到走廊，去了隔壁的房间，那里有一扇大窗户，能看到花坛。房间里有个像自行车的东西，叔叔说那是健身单车，我试着骑了骑，挺有意思的。这个房间里还有一扇门，打开后里面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从这里也能透过窗户看见花坛，还有一扇窗能看见河。根据日记的描述，这两个隔壁的房间不会是同一间，那么他们的位置关系分别是怎样的呢？先看这篇，成贵吃完饭后经过走廊去了隔壁房间，在隔壁房间里能看见花坛，由此可以推测，这个房间应该是在客厅的对面。房间里有一扇门，可以通向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也能看见花坛，还有一扇窗户能看见河。那么是这样吧？这么一来，成贵的房间也就确定了，紧挨着客厅的房间。现在房子大概的全貌已经出来了，可是有一篇日记的描述却有点奇怪。2月27日，早饭的玉米浓汤和煎蛋非常好吃。吃完饭，我又想骑那辆固定在地上的车，刚吃完饭就骑车，肚子有点疼。然后我打开另一扇门，之前的那个房间不见了，只有河水哗哗地流过。真奇怪，一个真实的房间怎么会莫名消失呢？根据日记描述，这篇日记与第一次去叔叔家的时间间隔了3个月。那么有没有可能，叔叔在这3个月里对房子进行了缩减工程？
其中一篇日记可以证明，叔叔曾经也是重生集会的信徒。叔叔把我带到走廊深处的房间，那个小房间里有一只褐色的人偶，我很害怕。叔叔说，这里是房子的心脏，所以不能上锁。虽然不知道这个房间的具体位置，但通过走廊深处的表达，以及叔叔是重生集会的信徒，我们可以推测他的大概位置。不过，叔叔说，这里是房子的心脏，所以不能上锁。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重生集会以建筑拟人，对于教会来说，房子不是死物，而是有生命的。心脏连着血管，是向全身供血的器官。如果心脏被堵死，那么人也会走向死亡。等等，堵死心脏。圣母大人，您怎么能说谎呢？您不是说过会拯救我和我儿子成贵吗？为什么我的儿子会死呢？你就是个假货！我要杀了你！我要毒死你的心脏！他将自己反锁在他家的一个房间里，用胶带封住门窗的缝隙，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听说当时遗体旁边还有一只奇怪的人偶。给父亲办葬礼时，我第一次去那里，那是他在爱知县买的一套二手房，是一套很大的平房，大门口有一个花坛。听他的邻居说，父亲去世前不久还做了房屋改建，好像叫什么缩建工程。听说他拆除了一整间房子之后，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在父亲家吃蛋包饭的情景。事后，千惠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小男孩的照片，他叫三桥成贵，因遭父母虐待而死。这是来自丽媛千惠的采访记录。从这份资料里，你有没有发现千惠的父亲、叔叔还有大闹重生之馆的男人，他们三人是同一个人？那么综合3份资料，我们来看一下丽媛先生。丽媛先生曾经居住在岐阜县鱼岛市，除了他，家里还有妻子和2个孩子。丽媛是进口车经销商的金牌销售，据说年收入是普通家庭的好几倍。但是他们一家过得并不富裕，因为我的父亲是个人渣。据千惠小姐所说，她的父亲是个只会花天酒地找乐子的人渣父亲。然而，自从邻居松江家发生火灾后，丽媛变得阴郁，不久便留下了离婚申请书和一大笔钱离家出走了。后来，丽媛先生在爱知县买下一套二手房，至少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加入了重生集会。他多次邀请三桥母子去自己的住处，也就是让陈贵在那里休息。但有一天，一个金发男人的出现抢走了陈贵，陈贵被该男子虐待身亡。那么丽媛先生相信圣母的教诲，改建房屋，然而陈贵还是死了。在丽媛看来，圣母大人无疑是背叛了自己。随后，丽媛先生闯入重生之馆，大闹修行现场被驱逐后，将家中的神殿上锁，想要杀掉这栋房子，从而杀掉圣母大人。所以在家中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是这样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能从教会的洗脑中清醒。但是丽媛先生和陈贵他们是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会为了陈贵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呢？想知道他们的关系，首先需要弄清松江家火灾的真相。火灾过后，警方在屋里发现了松江父母的尸体。据当时的报道说，那场火灾是因为松江的母亲在2楼的和室自焚引起的。可是在采访记录里，松江家的长子松江红树以及丽媛千惠，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凶手。为什么呢？而且2人的父亲在火灾当晚确实都有奇怪的行为，有没有可能他们2人都与火灾有关呢？基于这样的猜测，我列举了4个关键问题。第一，丽媛先生和松江先生的离奇行为背后有什么理由？第二，松江红树的母亲真的死于谋杀吗？如果是，凶手是谁？第三，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合适的壁橱里？第四，如果有人蓄意纵火，纵火人是谁？理由是什么？我们先来分析丽媛先生的怪异行为。他的女儿千惠是这样的说的：那天晚上，父亲的状态似乎和往常有点不一样，他的声音带着颤抖，说的话也是支离破碎，前言不搭后语，根本和我的话对不上，而且通话过程中还有奇怪的杂音。这毫无意义的对话持续了几分钟后，父亲很突然地说了句快睡吧，晚安，就没了动静。之后发生火灾，父亲离家出走，因为思念父亲，千惠发现了电话线的秘密。我测量的线的长度，得知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从我的床头将线拉直，正好可以到达松江家的和室。根据电话线的长度可知，丽媛先生当时的确在松江家的2楼。可问题是，千惠认为他的父亲在和室，但我不这么认为。有没有可能千惠小姐遗漏了一个地方？火灾当晚，千惠的父亲不在自己房间，也不在松江家的和室，而是在
松江母亲的床上。当然，这样的推测也不是毫无根据。据千惠和松江的回忆，他们的父母关系并不好，只是维持着表面夫妻的状态。那么，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性生活吧？这样的家庭状态发生婚外情也不足为奇。还有，千惠的父亲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渣。不知道是不是固体传声的原因，那时父亲的声音显得比平时更宠溺、更温柔。一个对家庭漠不关心的花花公子，真的会因为女儿怕黑而去制作一个土电话吗？有没有可能，他只是为了追求刺激，把女儿当成了助兴的玩具？他们不再满足单纯的不伦，开始追求更刺激的东西。梨园先生就发明了边和女儿聊天边偷情的新奇玩法。发生火灾那天，梨园照常拿着土电话从窗户去到松江母亲的房间，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那是松江母亲的尸体。依我看，梨园并不是一个敢行凶的人，不然他就不是大闹神殿，而是直接袭击圣母大人了。他并不是凶手，只是发现了尸体，因此感到恐惧，和千惠的对话也变得支离破碎。那么，凶手难道是松江的父亲？不，也不是，因为松江的父亲是一名天主教信徒。一出门，父亲塞给我一串十字架项链和100日元的硬币，让我去对面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父亲还说母亲不在自己房间，他还要回去找母亲。这个十字架属于基督教里极为严格的一派，天主教。天主教严禁教徒杀人，想让儿子接受洗礼的教徒很难想象他会叛教。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关键信息藏在千惠的证词里。那天晚上，父亲的状态似乎和往常有点不一样，他的声音带着颤抖，说的话也是支离破碎，前言不搭后语，根本和我的话对不上，而且通话过程中还有奇怪的杂音。声音颤抖，语无伦次，是因为发现了出轨对象的尸体。那么，通话过程中的杂音是什么呢？线电话基本不会收到周围的环境音，这就可以推测，那是梨园先生在纸杯旁弄出的声音。想象一下，他一手拿着纸杯，一手拿着某个东西发出沙沙的声音，是纸吗？梨园在尸体旁发现了一封信，那是一封遗书。没错，松江的母亲死于自杀。梨园读了遗书的内容后受到刺激，惊恐地想逃回自己家，逃跑过程中手忙脚乱发出的声响惊动了松江先生，于是去到松江太太房间查看，发现了妻子的尸体。这时，松江先生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行为，将儿子松江红树带到户外，随后返回家中，将太太的尸体搬至合适的壁橱里，纵火焚尸。可是，如果只是发现尸体，松江先生大可以报警，为什么会选择纵火焚尸呢？原因可能出在遗书里，他发现了某个秘密，而且是很不光彩、不能公开的秘密。天主教不仅严禁信徒杀人，还禁止信徒发生生育目的以外的性行为，尤其是出轨。听松江说，他的父母关系并不好，甚至平时都不会看对方一眼，两人之间也只是维持着表面夫妻的状态。松江太太或许是因为丈夫的禁欲而欲求不满，和梨园发生了出轨行为。可是，仅仅是出轨不至于产生了自杀的行为，那么有没有可能发生了更不好的事情？比如，松江太太不小心怀上了梨园的孩子，并错过了人工流产的时机，精神上的走投无路，于是留下遗书自杀身亡。因此，他决定隐瞒太太的出轨事实。可问题是，遗书很好处理，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隐瞒呢？自杀的人，尸体一定会由警方做司法鉴定，这样一来，一切便暴露了。最终，他决定纵火焚尸，摧毁证据。但是，仅仅点燃尸体，可能无法彻底抹除肚子里孩子的痕迹。那么，将尸体放进木质的壁橱里，连房子一起烧了吧。自那之后，出轨对象因为自己自杀，肚子里的孩子也因此丧命。梨园承受不住这罪恶的折磨，离家出走，并且加入了重生集会，寻找救赎。这样一来，重生集会的真面目也近在眼前了。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遍非曾正彦的演讲内容。诸位恐怕已经对自己犯下的可怖罪行有所认知，这罪行会过继到你们可怜的孩子身上。这句话前提显然是信徒们都有孩子，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孩子，便无法加入重生集会，而且这些孩子的来历还不普通。你们的孩子是罪孽之子，因父母所犯之罪降生。因父母所犯之罪降生的孩子，也就是出轨意外诞生的孩子，是这样吧？信徒们怀揣的苦恼无法向他人诉说，重生集会便瞄准了这些人的孤独和罪恶感，对他们洗脑。那么，他们是如何洗脑的呢？洗脑的关键是植入罪恶感，并掌握对方的弱点。重生集会的信徒从一开始就怀着巨大的罪恶感，很容易受到威胁、诱导，被思想控制。恰巧，梨园先生的情况就很符合重生集会的教诲。
罪孽之污秽会召唤种种不幸，将诸位拉向地狱的泥沼。丽媛先生相信松江太太自杀是因为罪孽招来的不幸，同时这也给丽媛先生带来了新的不安。于是他扔下家人，在爱知县买下一栋2手房，并将房子改建为小型的重生之馆。因为除了松江太太和未出生的孩子，他还有一个私生子三桥成贵。最终，这个可悲的男人带着对圣母的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在重生集会的诱导下，悲惨的可不仅仅是丽媛，还有弥生的母亲生前曾向建筑公司咨询，想进行缩建工程，拆掉自己女儿的房间。当时我感到不可思议，但如今了解了重生集会后，我能理解他的意图了。那么，我们仔细看看弥生家的户型图。弥生母亲所希望的缩建工程，就是砍掉圣母大人的右腿，也就是说，弥生是他母亲出轨生下的小孩。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弥生资料里对母亲的描述。从他记事起，在邻居和父亲面前，母亲都是一个和蔼的人，但偏偏对他从小苛责到大，有时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什么可怕的东西。可矛盾的是，母亲又会表现出对他的过度保护。他是早产儿，出生时差点死掉，所以小时候身体弱，母亲几乎每天都会问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身上有没有哪里痛，还总是不停地嘱咐他禁止去房子南边的大马路。为什么平时对他苛责甚至带着点厌恶的母亲，又会对他过度保护？现在想来，弥生的母亲过度担心女儿发生事故，是怕血型败露吧。而且恐怕出于某些原因，弥生出生时也没有检查血型。好了，让我们根据时间顺序来整理一下弥生的采访资料。首先，弥生家的房子是在他出生前建造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弥生母亲出轨并怀上了孩子，决定隐瞒这件事，将孩子生下来，假装孩子是她和丈夫的小孩。不过，常年独守秘密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她在痛苦中瞒着丈夫加入了重生集会，寻找救赎，直到那起意外事故的发生。她建议改变大门的位置。对于母亲而言，弥生的存在无异于潘多拉魔盒，事故、生病、献血。她不知道自己的罪孽会在何时被发现。那么，改变大门位置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女儿吗？我想不止于此，因为弥生母亲发现了改变大门位置可以让房子更接近重生之馆。大门的位置位于阴道。不过，就算是改变了大门位置，房子和重生之馆还是存在的很大的差距。于是，弥生母亲有了新的惦念，她想拆掉弥生的房间。但是，缩建工程昂贵的费用并不是她所能承受的。直到生命的结束，她也只是攒下了几十万日元，是这样吧？那么，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弥生的母亲究竟爱不爱自己的孩子呢？根据重生集会的教诲，弥生的房间应该放在子宫的位置才对吧？可是，仔细看弥生家的户型图，为什么弥生的房间在脚的位置，反倒是弥生父母的房间在子宫呢？好了，现在我们能确定的是，资料1、资料7以及资料11都和重生集会有关系。可是，这其中，入间先生的家有点特别。入间家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父亲也参与的改建。难道是在知晓入间母亲出轨的情况下，为了一个小生命，两人一起加入的重生集会吗？怎么说呢？真是一位宽容的好父亲啊。当然，也不是没有其他可能。入间先生是在父母结婚8年后才出生的，为什么这么晚呢？有没有可能，入间父亲因为某些原因没有生育能力，但是夫妻俩都想要个孩子，于是……既然重生集会这一邪教组织的真面目已经清晰明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聚焦以下2个问题：重生集会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什么原因而解散的？提到重生集会，就绕不开他的教主圣母大人，他为什么会成为重生集会的教主呢？既然重生集会这一邪教组织的真面目已经清晰明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聚焦以下2个问题：重生集会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什么原因而解散的？提到重生集会，就绕不开他的教主圣母大人，他为什么会成为重生集会的教主呢？我们先来回忆一下明美女士的采访记录。在麦春宿舍中，西春明美的隔壁住着一位名为八重子的女人，她没有左臂，又因一场意外，为了救明美的孩子失去了右腿。没有左臂和右腿的女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八重子就是圣母大人吧。之后，八重子母女被带离了麦春宿舍，和八重子的分别发生的很是突然。那时，有一个建筑公司的公子哥经常光顾八重子，
他甚至帮八重子还清了所有的债务，把这母女二人带走了。自那之后，明美便再也没有见过八重子。建筑公司的公子哥应该是年轻时的飞仓正彦吧，也就是说，飞仓正彦和圣母大人从那个时候就有了联系。现在，请回忆一下，圣母大人在重生之馆对信徒们说的话。我身为罪孽之子，被罪孽之母夺去左臂，又为救罪孽之子失去右腿，我愿用所剩残躯拯救诸位和诸位之子。来吧，重生吧，千千万万次。为救罪孽之子失去右腿，这句话指的应该是那场交通事故，为了救明美的孩子导致右腿被截肢。那么，为什么明美的孩子是罪孽之子呢？19岁时，明美怀上了客户的孩子，对方自称开了一家小公司，可是自从怀孕后，这位客户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才听说，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公司老板，而是有老婆孩子的上班族。靠着之前赚的钱，明美离开了歌舞伎町，自己开了一家店，独自生下了满先生。明美被有家室的客户欺骗怀孕，所以明美的孩子也是偷情所生的罪孽之子。这么看来，圣母大人并非只是随意说些宗教意味浓厚的话，而是在陈述事实。那么问题来了，我身为罪孽之子，被罪孽之母夺去左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也是事实吗？孩子们不在的时候，两位母亲有时会倾诉各自的身世，而八重子的身世显得十分复杂。听八重子说，他在长野县一户富裕的家庭长大，可在18岁时，他从父母口中得知了一件事：八重子其实是被他们从树林的废弃木屋里捡回来的弃婴。八重子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离家出走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八重子似乎特别怨恨自己的养父母。有一本名叫《明眸逗留日记》的老书，那是昭和初期的一本游记集。游记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水无雨季的女子，讲述了她在叔父家附近的林子里散步时，发现了一座神秘的水车小屋，随后发现了小屋的机关，并看见了令她惊恐作呕的一幕，那是一只死去的雌性白鹭。我之前认为这可能是间惩罚罪人的忏悔室，现在想来并不是。那么这座水车小屋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游记里这段描述有点意思。环视四周，我发现小屋的左侧搭建了一个小祠，里面供奉着一尊单手拿着圆形水果的女神像。查阅资料后得知，单手拿着圆形水果的女神像名为鬼子母神像，多数情况下，其神像单手拿着吉祥果，另一只手怀抱婴儿，是孩童的守护神。可是游记里却只提到了水果，为什么没有婴儿呢？也许从木屋的平面图我们可能得知缘由。屋里唯一的特征是右侧墙上的一个大洞，说是洞，其实并没有和外面贯通，更像是一个凹槽，足够我蜷缩着钻进去。做什么用的呢？凹槽正对着小祠，难道是摆放贡品吗？也不太可能。石像面对着小屋的凹槽，如果我蜷缩身体，大概刚好能钻进这个四方形的凹槽中。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凹槽是用来放婴儿的呢？我从资料4中想到了这种可能。平内健司在长野县购入一套二手房，并发现这栋房子和80年前的一具女尸有关。追溯这套房子的历史，我们得出了一个恐怖的真相：健司先生家所在的位置曾经被森林覆盖，森林东侧有一片村落，西侧是子马家的宅地，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而当时子马家家主青金氏和女仆阿娟偷情之事败露，子马妻子企图动用权力杀掉阿娟。阿娟逃离子马家，躲进了附近的森林。她在森林徘徊，最终躲进了水车小屋。然而由于没有食物，阿娟饿死在小屋中。雨季发现了阿娟的尸体，将这件事写进了书中。有人读了这本书，读懂了雨季的暗喻，在凶宅地图投稿。之后有人出于某种原因扩建水车小屋，将其改为没有窗户的仓库，又经过2次扩建成了2层居民房出售。那么为什么说水车小屋的凹槽会是用来放婴儿的呢？根据以上资料推测，有没有可能阿娟当时怀了子马青青的孩子呢？当时阿娟大着肚子逃离子马家，子马青青决定在林中为无处可去的阿娟建一座产房。不过这小屋不单纯是产房，阿娟产下的是子马青青孩子，也就是说这孩子也是子马家的继承人。孩子若是被发现，一定会被子马妻子杀掉。为了以防万一，所以在产房内准备了一处婴儿的紧急避难所，也就是那处凹槽。子马青青还面对着凹槽搭建了一座鬼子母神的石像，
石像之所以没抱着婴儿，是为了用那只手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是这样的寓意吧。可是这样推测下来，有了一个新的问题。作者雨季来到水车小屋时，那里没有婴儿，只有白鹿，也就是阿娟的尸体。那么婴儿去了哪里呢？雨季的游记中有一段诡异的描述。回到家后，我本想向叔父询问关于水车小屋的事，那小屋应该不是叔父家的，但既然他离叔父家不远，他们也许会知道些什么。但刚要开口，里屋的婴儿哭闹起来，叔父赶忙离开了。婴儿因为手术后恢复得不好，左臂的根部化脓了，似乎因为老来得子，之后叔父一家都忙着照顾孩子，直到我回东京也没找到机会询问。那时候雨季21岁，他的叔父叔母应该有一定年纪了，这样年纪刚刚生下一个小孩，似乎不太寻常吧？有没有可能那个孩子是从水车小屋捡来的呢？听八重子说，他在长野县一户富裕的家庭长大，可在18岁时，他从父母口中得知了一件事：八重子其实是被他们从树林的废弃木屋里捡回来的弃婴。八重子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离家出走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八重子似乎特别怨恨自己的养父母。阿娟生完小孩后自知死期将至，将孩子藏入了凹槽内。但是有件事她大概没有发现，在她转动水车移动墙壁时，婴儿的手被2面墙壁夹住了。阿娟死亡后，雨季的叔父叔母发现了婴儿并带回家收养，取名八重子。最终八重子母女在麦春公寓被飞仓正彦带走，再次过上了社长夫人的生活。是这样吗？静冈市葵区北部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凶杀案，16岁少年金远残忍杀害家人。他向警察供述说，很焦躁不安，对未来不抱希望，母亲和祖母关系不好，在家待不下去了等等。网上将事件贴上种种社会问题的标签大肆讨论，而其中一条评论却写着金源家的户型有问题。而这栋房子正是飞仓集团批量建筑的有问题的商品房。不止如此，我还从当时从事特殊清扫工作的范村口中听到了关于飞仓正彦的传闻。当时飞仓集团的社长飞仓正彦陷入舆论风波，传闻称他虐待幼女导致股价暴跌，而当时中部的竞争对手中有家名为美琪的建筑公司抓住了可乘之机，扩大了市场份额。之后虽然舆论被证明是谣言，但是这惨痛的经历也让飞仓集团这么多年都没能翻盘。那么在那起舆论风波之后，飞仓正彦明白了舆论的重要，于是他决定利用宗教。那时候日本正在经历空前的宗教热潮，邪教一度盛行，所以飞仓为了提升品牌形象，发展客户而成立邪教教团，来帮助飞仓集团渡过难关。也就是说，重生集会是飞仓正彦亲自成立的，然后利用自己的妻子八重子让他成为教主。为什么是八重子呢？据日本当时的民俗学者分析，因为古人认为生来有残疾的孩子被赋予了神的职责，而八重子那异于常人的身体结构更是赋予了他神秘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八重子很适合扮演神的角色。飞仓根据八重子的身体特征和他的生平，臆造出重生集会的理念，让偷情所生的孩子在圣母的子宫沉睡，得以获得新生。我身为罪孽之子，被罪孽之母夺去左臂。那么罪孽之母指的应该是阿娟。阿娟身为女仆，却与有妻室的子马亲亲不伦，而八重子也确实因母亲的不慎失去了左臂。而从资料6中，据说重生集会于1999年解散，重生志馆也于第2年被拆除。为什么呢？重生集会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的拥护，却没能长久，原因恐怕有很多。得不到救赎的信徒越来越多，以及当时的日本经济衰退，没有多少能付得起改建房屋费用的有钱人。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飞仓集团已经不再需要重生集会了，而当时中部的竞争对手中有家名为美琪的建筑公司抓住了可乘之机，扩大了市场份额。之后虽然舆论被证明是谣言，但是这惨痛的经历也让飞仓集团这么多年都没能翻盘。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飞仓后来又东山再起了呢？我们再看资料1，1990年1月30日，昨日下午4时，本市某建筑工地因施工车辆倒车导致8岁小学生不幸遇难，司机供述称视野受限，该男子为美琪房屋建筑。恐怕这起事故后，美琪建筑的声誉受到了影响，导致业绩下滑。而当时美琪建筑是飞仓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竞争对手的业绩下滑，使得飞仓集团的市场份额回升。再加上飞仓吸取过去的教训，对公关营销尤为看重，东山再起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重生集会的价值逐渐降低，最终解散。那么教团解散后，
圣母大人如何了呢？根据早坂失之的采访记录所说，他怀疑是美金子在父亲的怂恿下藏起了祖母的拐杖，导致祖母滚落楼梯身亡。那么，根据失之小姐的年龄，可以到推出这件事发生在重生集会解散的2年后。失之在美金子家中看到的老妇人，遮住双腿的长裙，2只手上戴着的白手套，很明显是为了掩盖手脚。为什么呢？难道是装了一只吗？可以确定，这位老妇人就是圣母大人。请看飞仓家的人物关系图。飞仓正彦与八重子所生的孩子叫飞仓明勇，明勇是飞仓集团的现任社长，他与妻子生下女儿美金子。那么，现在需要理清的是，八重子对飞仓一家来说是怎样的存在呢？从这张户型图可以看出八重子的房间在2楼正中间，没有窗户，一方面予以厚待，一方面让八重子隐匿于世吗？这样的房间构造仿佛是在诉说着他当年的处境。在如此糟糕的境遇下，八重子仍努力过着安稳的生活，可飞仓一家为什么连这都不允许呢？从失之小姐的采访资料来看，她的推测很合理，但是她有一个地方错了。美金子藏在书柜中的不是拐杖，而是八重子右腿的一只。至于水车小屋的2次扩建，飞仓大概一开始是想将它作为圣母诞生之地的观光设施之类的，之后重生集会解散，便加盖了2楼作为民房出售吧。毕竟飞仓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生意人。那么，这就是11份资料所串联的真。等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这就是真相吗？这就告诉我，我好像遗漏了某些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我想到，资料室明美女士的采访中，存在着一处之前从未意识到的小小的矛盾点。为什么会这样？印象中，采访明美女士时，我反复思量，得到一种假说。我决定将资料重读一遍，可是随着不断推翻之前的某些推测，这些谜团拼凑出的却是另一个故事。孩子们不在的时候，2位母亲有时会倾诉各自的身世，而八重子的身世显得十分复杂。孩子们不在的时候，这句话很矛盾。据明美女士所说，麦春宿舍禁止住户离开房间，就算是得到外出许可时，也是必须互换孩子才能外出。假设 A 母子和 B 母子为邻居，而想要外出，则必须带上 B 的孩子一起，而 A 的孩子则需要交由 B 看管。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互相倾诉身世呢？去卫生间又或者去洗澡吗？也不对，2个孩子同时去卫生间或是洗澡，而且长时间不出来，不太可能。我反复思量，得到一种假说：有没有可能麦春宿舍被迫卖身的并不是明美和八重子呢？客人往往都是深夜才来，个个都是开的豪车。这公寓就是给有钱人做的买卖，据说一次收费10万日元。一次10万日元的价格放在现在也是高的惊人，让客人支付如此高昂的价格必然有其理由。而且客人都是深夜才去，我想不仅只是因为强迫卖春违法，而是事情一旦曝光，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卖春宿舍卖的不是大人，而是孩子。这就是专为有恋童癖的有钱人而建立的。在公寓里，原则上是不允许离开的，但是只要满足某个条件，也能得到短暂的外出许可，条件是交换小孩。现在想来，外出制度并不是黑社会组织大发善心，而是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因为这些孩子是他们敛财的工具。可是明美女士为什么要说谎呢？为此，我特意约见了满先生，从他口中，我还了解到那场车祸的真相。母亲并没有错，我也从没怪过她。母亲在店里对客人装得活泼开朗，其实她不是那样的人。直到现在，每天晚上只剩我们2个人的时候，她还会哭着对我道歉，一遍遍的道歉。母亲的道歉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请原谅她采访时说的谎。她那么做是为了我，她担心被迫卖身的事被人知道，我会被人看不起。至于那场车祸，那样的日子太痛苦，我想结束那一切，只是没想到。既然真相是这样，那么很多事情也有了不一样的变化。和八重子的分别发生的很是突然。那时有一个建筑公司的公子哥经常光顾八重子，他甚至帮八重子还清了所有的债务，把这母女2人带走了。
自那之后，明美便再也没有见过八重子。所以，飞仓正彦的目标不是八重子，而是他的女儿。八重子的女儿当年11岁，我在网上查到，飞仓正彦现在70岁，也就是说他当年20岁，相差9岁，结为夫妻也不稀奇。那么，我们再来看飞仓家的关系图，应该是这样。美金子应该是飞仓正彦与八重子的女儿所生，现任社长飞仓明勇则是美金子的哥哥。这样来看，飞仓正彦当时的舆论风波也绝非谣言。当时飞仓集团的社长飞仓正彦陷入舆论风波，传闻称他虐待幼女导致股价暴跌。虐待幼女又娶幼女为妻吗？而且还将妻子的母亲立为教主，成立重生集会。对此，我对重生集会有了不一样的猜测。一家企业通过成立邪教组织盈利，真的合理吗？如果不是，那么飞仓正彦真的是重生集会的成立者吗？还是另有其人？有没有可能飞仓正彦也只是重生集会的干部，而真正创立重生集会的是他的太太，也就是八重子的女儿呢？她穿着一条完全盖住双脚的长裙，戴着一双白手套，看上去要比想象中的年轻很多。八重子在家中仍然用长裙和手套掩盖着自己的一肢，而且刚出房间便看见祖母站在走廊上，正扶着墙壁朝卫生间走去。可能是因为腿脚不好，还拖着一条长裙，看样子随时都会摔倒。我走过去想搀扶她，可是被婉拒了。据失之小姐所说，她并没有发现八重子没有作弊，也没发现她装了一只。在当时如此窘迫的情况下，八重子依然把隐藏自己的残障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八重子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卑羞耻？他叫八重子，带着一个11岁的女儿，他们体谅彼此的艰辛，经常敞开窗户一起聊天。就这样住了一段时间后，明美突然发现了一件之前没注意到的事：八重子竟然没有作弊，好像是他出生后不久的一起事故导致的。就连住在隔壁的明美女士也是在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八重子没有作弊，想必也是她在竭力隐藏。那么，据说圣母大人已经年过半百，可她看起来却异常的年轻，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全身只裹着白色的绢布，几乎半裸。不知用神圣一词形容是否合适，总之，她有一股异样的美。既然如此，在众人面前几乎半裸的她，应当是极其的屈辱吧。而且，仿照她身体而建的房屋还在全国各地不断增加，这无异于让他更加屈辱。所以我想，创立重生集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报复八重子，让他屈辱难堪呢。满先生说他不怪母亲，但我想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那样宽容吧。八重子的女儿痛恨曾让自己痛苦的母亲，为了报复母亲创立了重生集会，或者说是让她丈夫飞仓正彦创立了重生集会。飞仓也不敢拒绝她，因为被他抓住了奸淫幼童的把柄，也就是说他控制着飞仓正彦与八重子。那么现在，我对之前被忽略掉的一个问题也有了新的猜测。听八重子说，他在长野县一户富裕的家庭长大，可在18岁时，他从父母口中得知了一件事：八重子其实是被他们从树林的废弃木屋里捡回来的弃婴。八重子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离家出走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八重子似乎特别怨恨自己的养父母。为什么八重子会对抚养自己的养父母如此痛恨呢？也许养父母告诉八重子的不仅仅是收养一事。我重新仔细打量起这篇之前看起来很正常的内容，是一只白鹭，那是一只死掉的雌性白鹭，浑身羽毛脱落，一侧翅膀的前端缺失，身体腐烂，暗红色的液体浸渍到地板里。一侧翅膀的前端缺失，是不是意味着当时阿娟的尸体被发现时失去了一只手呢？婴儿因为手术后恢复的不好，左臂的根部化脓了，似乎因为老来得子，之后叔父一家都忙着照顾孩子，直到我回东京也没找到机会询问。没有人告诉雨季，婴儿是在水车小屋捡来的，为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在捡回婴儿的过程中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比如，他们发现婴儿时，阿娟还活着。从雨季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叔父没有子嗣，也许是想要孩子却未能如愿吧。当他们发现水车小屋虚弱濒死的女人和婴儿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恐怖的画面。这样一来，我对那栋房屋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要求扩建水车小屋的，也许是八重子吧。扩建工程将水车小屋左侧的房间
也就是阿娟去世的房间抱过起来。可以想象当时八重子的心情，或许他已经累了。从信赖的父母口中得知事实，拖着残障身体独自离家出走，结婚生子，丈夫自杀，被关进麦春宿舍，女儿每晚遭人侵犯，到头来自己又失去了一条腿。紧接着重生集会的创立又开始了新一轮对他的折磨，那是来自女儿的报复。直到卸去重任，却又成了全家人的麻烦，被关进不见光的房间里。他累了，也许回到母亲身边是他最后的期盼，只是他没能如愿。最后我到处托关系打听一个人，听说他高中一毕业就远离了那个家，此后和那个家断绝了联系。让人感觉讽刺的是，本该衣食无忧的他，竟然会在郊区的养老院成为了一名护工，赎罪吗？上小学后，我开始意识到身边孩子们口中的家人和我所谓的家人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父亲溺爱哥哥，带他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几乎当我不存在，而母亲总是在他的房间里闭门不出。对我来说，能和我交心的家人只有外祖母。外祖母会经常陪我画画，做纸气球，这是年幼的我唯一的情感慰藉。虽然我被家人排挤，但父亲有时也会用甜甜的声音和我说话。这样的时候，他总会带着高档的礼物。印象中，那是我6岁的时候，父亲抱着一只大大的布偶熊，对我说道：“有件事拜托你，下个星期天会有扛着摄像机的大哥哥到家里来，你要告诉他们，前不久我们一家人出门旅行了，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实际上，我从没参加过家庭旅行，我的家人也并不和睦。我履行和父亲的承诺，在摄像机前一本正经地说谎。之后，电视台播出了那段影像，我成了飞仓集团的吉祥物，为公司的品牌提升做了不少贡献。在那之后，每次我都在采访中说谎，在摄像机前展开天真的笑容。说实话，我知道做的不是什么好事，但这样做也不会伤害到谁，所以心里总算说得过去。直到那一次，父亲来拜托我时，抽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笑容。不知怎的，他要我做的事和往常不同。我不是很理解他的真意，但还是答应了。当时家里聘请了一位厨师，名叫辛景，他性格冷淡，不会奉承雇主，是一位固执的大叔，但做饭无可挑剔。我按照父亲教我的，在家人面前说辛景叔叔脱了我的衣服，摸了我的身体。从第2天开始，辛景就没再来过我家。我虽然年幼，但还是隐约明白，辛景是因为我离开的。之后父亲又来求我，还是在摄像机前说谎这种老套的戏码。但那时的我因为辛景的事，对父亲起了逆反心理。记者来的那天，我在摄像机前揭露了真相。我们一家人根本不和睦，也压根没有一起旅行过。面对我的第一次反抗，父亲面色苍白，狼狈又慌张。看着他的模样，我觉得自己赢了。当天的晚饭有牛肉叉烧，我很爱吃的菜，那次却觉得味道有些奇怪。我大概在床上躺了5天，高烧不退。卧床不起的时候，祖母一直陪在身边照顾我。意外的是，哥哥也来到我的床前看我了，父亲还为我叫了医生，但家人中唯独母亲一次也没有露面。事后回忆起来，晚饭时为我盛牛肉叉烧的那个佣人手在微微颤抖，其他佣人也低着头，很不自在。一定是有人命令他们在我的盘子里放了东西，不会是父亲，不是我袒护他。我那软弱平庸的父亲绝不可能干出给女儿投毒这等狂妄之事。既然不是父亲能给佣人下这种命令的，就只有母亲了。升初中后，我去了群马县的女校，是父亲为我选定的学校。他甚至建了一栋房子供我居住。得知外婆也会和我一起搬入新居时，我明白了长大后的我恐怕已经没有吉祥物的利用价值了。虽说远离了父母，但我的恐惧并不会因此消失。我在学校交到了新朋友，一个叫诗织的女孩子。抛出橄榄枝的人是我，因为她让我觉得莫名的亲近。她总是一个人，神色孤寂。我大概将她和被家人排挤的我重叠在一起了吧。我们一起聊天，写交换日记。我曾经满怀憧憬，
但愿这样的日子能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假期即将到来的某一天，父亲来了，他告诉了我这个家的秘密。起初我以为那是一个糟糕的玩笑，但望着父亲那随时可能哭出来的像在恳求我饶命的神情，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想母亲一定已经告诉父亲，如果我拒绝合作或是怎样的下场，如果再一次背叛父亲，不，背叛母亲，我或许真的会被他杀掉。请把我看作人渣吧。我答应了他，我将自己的性命和外婆的性命放在天平的两端做了衡量。我邀请师之来家里住，因为我希望那时有人在我身边。把朋友卷进这种是非里，我真是太糟糕了，但我一个人实在承受不了。就这样，我终于直面了现实，我正试图杀掉外婆。那是我被家人排挤时唯一对我温柔以待的外婆，是一起画画、做纸气球，和我相视而笑的外婆。再这样下去，我将会失去亲爱的外婆，失去我唯一的家人。我将一直放回了祖母房间。我又一次背叛了母亲，不知道这次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但不知怎的，我并不害怕，大概是为自己凭医院保护了外婆而开心吧。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是，外婆没有带一纸。我想外婆是为了保护我，她一定听到了父亲对我说的话，故意追下楼梯的。但是葬礼结束后，我回到家中发现一件事，我在房间书柜里发现了一具橡胶材质和肌肤颜色相近的一纸。只有我知道书柜的钥匙放在铅笔盒里，所以给柜门上锁的人除了我，不会再有其他人。那时候我才明白，不过是一场自我救赎的梦罢了。杀害外婆的就是我。